But be careful making wishes in the dark can't be sure when they hit that mark. And besides, in the meantime, I'm just dreaming of tearing you apart. I'm in the deep tears with the devil. All the world can never get me on my level. I just gotta get you off the cage. I'm a young lover's rage. Gonna need a spark to ignite. My songs know what you did in the dark. So light 'em up, light 'em up, light 'em up, I'm on fire. So light 'em up, light 'em up, light 'em up, I'm on fire. Oh, in the dark, in the dark, I just keep riding with me. Somewhere another pretty ranges. I got the scars from tomorrow, and I wish you could see that you're the antidote to everything except for me. A constellation of tears on your. 项羽，你已经没有退路了。为你死啊！So light 'em up, light 'em up, light 'em up, I'm on fire. So light 'em up, light 'em up, light 'em up, I'm on fire. Oh, in the dark, in the dark. 至此天下唯有大秦，大秦治天下。公元前227年，咸阳城内，巍峨的咸阳宫如同巨兽般匍匐在大地之上，身披玄黑色战甲的铁鹰锐士，杀气腾腾，立于道路两旁。文武百官分两列，缓缓而入。让人仰望的王座之上，一个身形高大魁梧的男人，身穿玄色黑龙袍，头戴12流冠冕，王霸之气几乎溢出。这便是大秦始皇帝，千古一帝嬴政。如今刚刚灭掉赵国，韩国的嬴政于天下间威望日盛，令人不敢直视。我操，这就是千古一帝，一统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始皇帝啊！不愧是天选之子啊，看上去都这么霸气。是谁在大声喧哗？大王，并无人喧哗。哎妈，吓我一跳！哪个不要命的在这乱说话？不要连累我好吧？话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情况？本来摸鱼摸得好好的，突然被通知来参加早朝，博士的待遇也太差了。始皇帝大大，麻烦给点肉吧，人都饿瘦了。千古一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选之子，始皇帝。妙啊！就该让其他的儒生听听，这踏马才叫人话。平日里整天知乎者也，把扶苏都给带歪了。子曰子曰，难不成能把六国约没了？父王，所谓君子不器，希望您能够心怀天下，允文允武，重用儒士，方能定天下啊！这扶苏怎么一点都不像始皇帝啊？不过也对，大秦一统六国后，需要他这样儒雅的继承人安抚人心。只不过教始皇帝做事就有点过分了啊！你爹打江山难道是为了自己？往大了说，是为了华夏百姓不再饱受战乱之苦；往小了说，不都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打下点基业？真是一点都不省心。寡人，朕自从成为秦王之后，真就活成了孤家寡人，自己的心里话不会有人听，群臣不敢亲近，就连自己的亲儿子也不理解自己。寡人为的是我大秦万世之基，为的是佑我华夏万世不衰。再说了，君子不器的意思是，真正的强者是不屑于用武器杀死对方的，极致的力量打死对方才是仁慈。大王保重龙体，默契，公子一时糊涂啊。虽然他脸上一阵关心，但心里却乐开了花。赵高是公子胡亥的师傅，早就看扶苏不顺眼了，最好嬴政能把他公子之位给废了。那个谁，对，就是你。好师弟，来年师兄多给你上炷香。我操！你们这帮人太狗了啊！说好的生死与共呢？狗日的，我恨你们！你是何人？下官博士秦风。好，既然是博士，那应当通晓孔子之言，说说君子不器如何解释。完蛋啊！我要是顺着扶苏的话说，那始皇帝不得弄死我啊！可要是乱说的话，那这帮博士不得咬死我啊！唉，
臣才疏学浅，一时间忘记了呀。要不您问问我师兄叔孙通。好师兄，黄泉路上做个伴儿，咱俩不孤单。不赦何在？你招募的博士，竟是才疏学浅之辈。微臣有罪，微臣失察。之前秦风自称先辈，乃是孔子亲传弟子子路，微臣才让他进来的，没想到竟是草包一个。嘿，你才是草包，你全家都是草包。既然你先祖乃是子路，那更应当知晓孔子之言。若是说不出来，那便是冒充的，欺君之罪，该当如何呀？车裂诛九族。我尼玛，好狠！不对啊，我没有九族啊，家里就剩我自己了。家里就剩你自己的话，那就凌迟处死。我操！人死鸟朝上，不死万万年，老子拼了！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真正的强者是不屑于用武器杀死对方的，极致的力量打死对方才是仁慈。哦，原来马屁还能这么拍，后生可畏啊！师弟真是人才啊！寡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这种意思？家族子路曾言，那一战，只见老师背后的肌肉隆起，隐隐浮现出一个狰狞的德字。哼，胡诌八道，贼子安敢胡言乱语？我胡诌八道，还是你胡诌八道？我爷是子路，这是他告诉我的。若夫子真是如此形象，你家先祖为何还要拜夫子为师？夫子身长9尺，浑身腱子肉，手里拿着剑，腰上别着弓，背后站着几十号大汉，努力挤出一个狰狞的笑容。问我祖愿意跟他学习吗？我祖敢说不愿意吗？您说是吧，陛下？有道理，有道理。若是寡人遇到这种事情，也是不敢拒绝呀。你，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夫子说，早上知道了去你家的路，晚上就去弄死你。哇哦！速速传御医，就指淳于博士。令秦风为扶苏公子伴读，赐爵大夫。哎呦，不错哦！感谢始皇帝大大打赏，大夫可是5级爵位啊！岁俸250石粟米，田6顷，房产30亩，发财了呀！谢大王。大王不可呀！此人哗众取宠，胡言乱语，怎能为公子扶苏的伴读？哼，此事无需在意，传燕国使臣上殿。传燕国使臣上殿。这样的场景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燕国使臣2个男人，前面的捧着地图，后面的紧张兮兮，难道梦见过？燕国使臣献给大王督抗地图，祝大秦五运昌隆。近前，让寡人看看。诺。使臣何故不敢上前？乡野村夫未曾见过大王的天颜，吓尿了。这特么是荆轲啊！笑你妈的，在这一会被吓尿的就是你们了。荆轲是谁？大王，荆轲便是前来进献地图的燕国使臣。大王，下臣给您打开，仔细瞧瞧这地图。大王，这货手里有剑。什么？下臣送大王一程。去你丫的！你不要过来啊！卧槽，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光环吗？质量上乘的王袍居然莫名其妙断裂。我操！护驾，快特么护驾啊！果然，始皇帝登基后强势的举措，真的令很多人心生怨恨。皇权的空前加强，必然导致臣权的削弱，比如老秦权贵被打压夺权，东方6国的外来臣子眼看故国覆灭的怨恨，还有秦法对贵族的严苛，都令很多人不满，所以他们才会眼睁睁的看着啊。但是皇帝不能死在这里呀！华夏尚未一统，大秦尚未一统，老子的富贵还没开始享受呢。王复建。小心飞刀！贼子，坏我大事！谁让你来的？谁让我来的？天下一时，谁不想杀嬴政、诛暴秦？你猜我会不会说是燕太子丹让你来的？寡人知道是燕太子丹让你来的，放心，寡人会亲自让燕王将太子丹的人头送过来。与太子丹有何关系？是我一人所为，株连无辜之人算什么英雄？无辜啥呀？过2天你的好友高渐离也会来刺杀始皇帝，你们就作死吧。还有你的好友高渐离，寡人会一并抓住，让他来陪你。大哥，你他喵的不会也是穿越来的吧？怎么啥都知道？即便偶不变。什么鸡？啊，没事，微臣一紧张就想吃鸡。来人，给他拖下去，押入大牢。嬴政，你不得好死啊！你株连无辜之人，你暴虐，你无道！满朝文武唯秦风爱寡人，封秦风为郎中，
直守宫中，爵冠大夫。谢大王，哈哈哈，以后就可以偷懒划水了，荣华富贵到手。好小子，刚刚给你赐官赐爵，你就想着偷懒？你看寡人用不用你就完了？为何秦风这个年轻人知道的这么多？他究竟是何来历？难不成真是子路的孙子辈？亦或者说乃是天降祥瑞，帮助寡人一统天下？燕国大逆不道，竟敢派刺客刺杀寡人！如我大秦天威，令大将军王翦征河内，关内兵10万，罚燕问罪，所到之处，燕国勋贵鸡犬不留。告诉燕王，若是他想要活命的话，那便拿自己儿子的脑袋来换吧。诺。不愧是始皇帝陛下呀！即便是如此愤怒，也没有想要为难燕国的百姓。终始皇帝一招，从未曾发生过秦军屠城事件。再看看所谓的楚霸王项羽，到处屠城，杀的是秦军吗？不是天下无辜的百姓。屠城？天下都是华夏子民，都是寡人的子民，当护佑才是啊！楚霸王项羽，没听说楚国有此人啊？难不成是楚国项氏的族人？下官见过赵府令。秦郎中可有事呀？下官家境贫寒，没吃没喝，这个冬天不好过呀。蒙陛下厚爱，封官大夫，不知住宅、田亩、仆役何时能审批下来呀？经公决审批繁琐，快则5日，慢则10日，甚至1个月也有可能。但下臣与秦郎中一见如故，好似老友一般，今日便破例一次，由宫中发文，让咸阳令今晚之前便将宅院准备好。不愧是颠覆大秦的高子哥啊！这一手施恩可是玩得溜，8成是跟始皇帝学的吧？听口音，赵府令乃是赵地人呀！我都叫赵高了，能不是赵地人？是啊，下臣是赵地人。巧了，老乡啊，俺也是赵地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感谢老铁。日后若是有用到下臣的地方，不必客气，直接找下臣便是。择日不如撞日呀，正好有件事情需要麻烦老乡赵大人。秦王嬴政为了展现出自己一统天下的胸襟，笼络天下文人，特意为6国儒士设立了博士之位，并且在咸阳城中修建了博士府邸，规模庞大且豪华。此时，博士府邸的内院，淳于越正领着一帮年轻的学者，手提棍棒，气势汹汹地前往门口埋伏。淳于大人，咱们是不是太过孟浪了呀？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群殴另一位博士，岂不是会让人耻笑？第一，秦风公然乱解释夫子言论，就是对儒者的背叛，我们是在清理门户。第二，他现在是郎中，不是儒者。哎，师兄对不住你呀！若是不把你弄来咸阳，你也不会有如此下场，在乡下凑合着也能过。哎，来年师兄给你多烧点纸。别光烧纸啊，师弟还是单身狗呢。谁？贼子！秦风狗贼来了，弄他，锤他呀！大胆，居然敢在咸阳行凶，给我拿下！再牛逼呀，不是要锤我吗？来来来，脑袋在这，给你锤！秦风狗贼，你等着，这事儿没完！你个老刁毛，老子等着你！我这师弟该不会是中邪了吧？博士府邸乃大王亲赐，岂能如此无礼？您可算来了呀！小弟将诸位师兄当成亲兄弟一样看待，结果他们居然在门口埋伏小弟，扬言要将小弟的狗脑子打出来！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这特么不对劲吧？苦主应该反过来才是啊！秦郎中，事情的起因本官已经知晓，都是误会。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这帮儒生真是读书读傻了。秦风可是刚刚获得大王的青睐，升官赐爵，你们倒好，立刻过来找茬，这是唯恐自己活得太舒服啊！烦死了！秦郎中，同朝为官，还望您海涵，本官替诸位博士给您赔个不是。真是个老狐狸呀！周大人折煞下官了，您快起来！误会都是误会，小弟知道各位师兄瞧不起小弟，觉得小弟背叛了儒学，但小弟想活着，有错吗？大王不喜儒学，扶苏公子又刚刚触怒大王，这时候若是还头铁，早就死了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你篡改儒学的理由。周文道，西子可以，你解释成了什么？夫子早上知道了你家住在哪里，晚上就去弄死你，还要君子不器。真正的强者是不屑于用武器杀死对方的，极致的力量打死对方才是仁慈，这是人话。小弟才疏学浅，学艺不精啊，一时慌乱，忘了真正的含义，这才胡言乱语。我师兄可以作证。啊，对，我师弟从小就记不住东西，他不是故意的。原来是这样呀，都是误会啊！
那你保证以后不可篡改儒学？我秦风发誓，从今往后尊重夫子，绝对不会再当着各位的面篡改儒学。大秦尚未一统，儒学弟子全天下那么多，个个身怀绝技，若是逼急了，自杀自己咋办？退一步讲，我不当面篡改，我背着你们篡改总行吧？自己学习武艺或者制作些兵器防身要提上日程了。陛下如此看重秦郎中，日后还望秦郎中陪伴扶苏公子读书之时，多多宣扬儒学仁理德理的思想呀，还有莫要忘记曾经的香火情呀，多多在大王面前美言几句。您放心，宣扬儒学，我辈义不容辞，下官一定会让扶苏公子成为一名仁者。呸！还香火情，你跟老子这梁子今天算是结下了，以后走着瞧。师弟，苟富贵勿相忘啊！师兄放心，苟富贵勿相忘。与这种人相交，只要你保持强大，那么他就会成为你坚定的支持者。若是衰弱了，那他一定会第一个跑路。秦风在10个粗壮的宦官们保护下，很快便进入了自己新的宅院。下官张邯见过关大夫。老爷好。哎呀，好。哇塞！勤劳致富呀！以后自己一定要做大秦第一大混子，能吃能睡，找干活，拒绝996，从我做起。怎么大秦早上上班这么早，剥削未成年人啊？刚刚起床的嬴政马上就听到了这熟悉的声音，不由得莞尔一笑。原来秦风只有在靠近他的时候，才能够听到心声。秦郎中啊，下官见过扶苏公子。免礼。秦郎中，扶苏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那就别讲了。公子殿下，您讲便是。既然秦郎中不方便，那扶苏也不能强人所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子的意思是，我不想做的事情，谁他妈也不能强迫我做。夫子真的是这么说的？不能听那帮书呆子的话，必须把儒学重新解释一下，说给扶苏公子听。看他这柔弱的模样，怪不得最后被赐死的时候也没有反抗呢。赐死？为何扶苏会被赐死？能够赐死扶苏的唯有寡人，扶苏乃是寡人的长子，自幼聪明孝顺，温文尔雅，寡人怎会赐死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啊，夫子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秦郎中，希望你能够真诚地告诉我，昨日大殿之上你说的可都是真的？我秦风发誓，昨日所说没有半点假话，更不会忽悠扶苏公子。哎妈，老天爷，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大秦呀！您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发的是一般见识了，不然的话，20年后祖龙死天下崩，成千上百万人死于战乱，生灵涂炭呐！哼，左龙死天下崩，怎么可能？寡人着手打造的万世大秦之基业，怎么会二世而亡？嬴政的内心掀起惊涛骇浪，久久不能平静。大王息怒，保重龙体啊！当年山东祖籍的孔夫子，9尺高的壮汉，每天带着几10个肌肉虬结的徒弟，挎着利剑，在大街上给大家讲道理。大家都说孔子说的很有道理。可是，《论语》之上，孔子画像乃是一副和蔼长者的模样啊！非也，《论语》实际上是在给道上立规矩。论是通假字，原名为《论语》。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抽他大嘴巴的意思。还请秦郎中为扶苏解惑。夫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儒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各位师兄们，你们让我好好给扶苏公子讲授儒学的仁理德礼，今日我就信守承诺，好好讲讲了。赵高将咸阳宫扶苏门外值守的黄门叫来，问问他秦风都是如何给扶苏教授儒学的。诺，完蛋了，这老乡不太靠谱啊！这才刚过了1天，就惹着大王了，兜里刚收了他100两黄金，要不要给他退回去啊？夫子左权为人，右权为礼，佩剑明德，沛公为礼，以德服人，以礼教人。3000弟子，72堂口，阅遍春秋10数国，公侯子绝皆必之，天南地北都为敌，罢黜百家扛大旗，鬼背一开天地失色，打到世上无先神，打得先帝自断成仙路。扶苏公子，我真没有忽悠你啊！太他妈倒霉了！秦风过去的时候，自己刚好值守，结果就碰到了这倒霉差事。现在大王脸色如此难看，8成是要凶多吉少，估计要给秦风那臭小子陪葬了。秦风这个臭小子是真的能忽悠啊！把扶苏世界观弄崩塌了之后，硬生生又给他重塑了一遍。现在扶苏居然写奏章，要求跟着葛聂学剑术，跟着王翦学兵法，跟着秦风学知识。嬴政脸色难看，是因为哭笑不得。不过相比较之前那个柔弱不堪、满口之乎者也的扶苏，现在这个似乎也不错，有点像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了。那年冬大雪，太后垂帘听政，嫪毐弄权，所谓的大王嬴政。
不过是个傀儡。可正是因为长子扶苏的诞生，宣告嬴政成年，令他重新掌握大权。曾几何时，嬴政对自己的长子满怀希望，他就仿佛是新生的自己。可是后来，因为扶苏的母后难产而死，嬴政处理政务又疏于管教，渐渐的扶苏竟是变得怯弱，开始学习儒术。但如今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一切还不晚。温润如玉、谦谦君子的扶苏，不会最后变成个肌肉猛男吧？不会吧，不会吧？这样其实也好，到时候被赐死的时候，希望他能够反抗一下，不要白白便宜了二世皇帝。嬴政大概已经有些思路，扶苏从小就孝顺仁慈，绝对不可能做大逆不道之事。即便扶苏被人蛊惑，起兵造反，那自己也绝对不可能赐死他，顶多是软禁而已。毕竟他是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既然自己不可能赐死扶苏，那必然是秦风口中的二世皇帝。问题来了，二世皇帝究竟是何人？他为何要赐死扶苏？扶苏在被赐死的时候，为何不反抗？到时候我一定要先跑路，然后找机会杀回来，再报答始皇帝的知遇之恩。好你个秦风，寡人对你这么好，这么信任你，你居然总想着跑路。不过还记得回来报答恩情，还算可以。去，派人去赵地将葛聂找来。诺。葛聂是谁？找他干嘛？老乡啊，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呐。想念，你这是来值守了？是啊，身为大王的郎中，必须值守尽忠，确保大王的安全。对了，您这是去哪儿呀？大王让下臣去找一个叫葛聂的人。那您有头绪吗？有什么头绪啊？葛聂八成就是乡野村夫，再加上赵地心腹，上哪儿找去啊？小弟当年在赵地，就是咱老家的时候，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哦。老乡，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赵高感激不尽。太客气了，我在赵地的时候听说，葛聂乃是榆次县的剑术宗师，此行可以派人前往榆次寻找。剑术宗师，那恐怕是不好请呢。所以说，不要直接请葛聂嘛，你先请他一家老小，什么老爹、老妈、老婆、孩子，只要请来了这些人，还愁他不来嘛？秦大人，还是你阴呀！到时候我再派100强弩手去，就不信请不过来。赵大人谬赞了，还是赵大人阴啊！祝赵大人马到成功。你们叫什么？干什么的？哪家子弟呀？陇西李氏、李信，咸阳蒙氏、蒙恬。我当是谁？原来是2个后生。蒙恬、李信，以后当我小弟，老子以后罩着你们，可不能弱了气势，不然以后就给这俩人当小弟了。听到大殿外边的争吵声，一旁的黄门不由得抹了把冷汗，正想要出门呵斥，却被嬴政阻止。无碍，寡人正好看看这3位年少英杰谁更优秀。秦风呀秦风，这次你可遇到麻烦喽！李家的小子锋芒毕露，蒙家的小子城府深沉，都不是好对付的。这次看你不吃瘪。你是何人，竟敢如此出言不逊？我是何人？大秦6级绝官大夫秦风。我去，这剑这铁甲也太沉了吧，累死我了！以后要跟着扶苏多多锻炼身体呀。说说你们是何爵位呀？不会是靠着父辈恩荫、陛下恩典才来这当郎中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还有人这么大岁数啃老吧？我秦风没有你们那么显赫的家世，但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陛下赏识，成为郎中，值守尽忠，封爵官大夫。你们知道杀多少人才能成为官大夫吧？我是没有机会，若是能够上战场，成就必不小于你。你笑什么？吹牛皮谁不会？更何况你若是上战场，怎么会像普通人那样从公事做起？怕不是靠着祖上的恩荫直接成为将军吧？比家世我还真比不过的，但是未来靠着我的努力，未必不如你。打个赌如何？你说。此番伐燕，你李信当会建功立业，至于成就嘛，自然会高过我，但也仅限于目前。怎么不敢赌啊？那就算了，世家子弟不过如此。我们赌了。好啊，若是我说对了，你们就认我做大哥，你俩给我当小弟。好，若是你输了，你给我俩当小弟。一言为定。宣李氏子李信觐见。始皇大大，好助攻呀！以后我就是2个名将的大哥了，那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想咋划水就咋划水，看谁还敢惹我！助攻大哥，什么意思？平衡啊！秦军之中，王室威望日深。王翦老将军灭赵后，蒙氏一族已经无法制衡，是时候让陇西李氏也站出来了。微臣李信拜见大王。起来吧，谢大王。李信，你可愿意为大秦效力，征伐东方4国？李信等这句话已经等了好几年，按理说应该会有苦尽甘来的欣喜若狂，可是现在听着却感觉哪里不对劲。等了良久，没等到回复，嬴政不禁有些烦躁。可是不愿。李信愿意，李信愿为陛下为大秦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只是什么？
只是大王，是不是您和秦风串通好了的啊？大胆竟敢对大王无礼！无妨，说说看，寡人怎么就跟秦风串通好了？于是李信就一五一十的将三人的赌约说了出来。什么？秦风居然早就知晓李信能够加入伐燕大军，可是这决定也仅仅是一炷香之前寡人才决定的，他为何会知晓？这小子好生奇怪。寡人并未曾与秦风说过。末将知晓了，谢大王。封李信为皮将军，赐爵左庶长，前往赵地，协同王翦将军伐燕。诺。快看，李信这小子出来了，拜见大哥。好说好说，以后就是自家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说的真准，大王让我即刻前往赵地，配合王翦将军伐燕。此次伐燕是你的第一次领兵，一定要出彩才行。等到了赵地，你就要5000轻骑，日夜兼程，奇袭易水，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大哥，你的意思是这次决战会在易水？易水之西便是决战地点。大家都是同龄人，现在17岁的李信都去带兵打仗了，18岁的自己却还在看大门。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要着急，就算现在陛下封你为大将军，不也是看大门的将军，碧桂园保安大队5星上将军衔那种？大王宣秦风郎中觐见。大王不会也让你去前线吧？我尼玛，不会吧？我现在这情况去的话，跟找死没啥区别呀。口嗨归口嗨，咱能不能不要玩真格的？10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若是大王有诏，那我自然会为大秦开疆拓土。哇哦！好，不愧是我大哥。哎，要是始皇大大真让我去战场，那我不如跑路好了。现在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啊？冻也冻死我了，能跑哪儿呢？6王毕，4海一，没地方去啊！早晚被抓回来，接了小 JJ 当太监不就完蛋了？出海去日本不行，现在没有东京热，也没有一本道，更没有苍老师，去了干嘛？跟野人玩啊！秦风，说说看，寡人为何要将李信派去军中参加伐燕啊？可能是李信有能力、有本事吧？大王您慧眼识人，那你是如何知晓朕会启用李信呢？微臣就是瞎猜的，微臣看不惯他们纨绔子弟的模样，就想着吹吹牛而已。结果恰好与陛下您的任命诏书碰到一起了。嬴政看着秦风一副单纯憨憨的模样，不由得叹了口气。果然，秦风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孩子罢了，仅仅16岁的年纪，能够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已经算是难得，不能奢求他是个天才。毕竟帝王平衡之术乃是韩非的绝学，如今韩非已死，世上知晓帝王之术的人寥寥无几。我才不会说枪打出头鸟啊！始皇大大，要是我的事传出去了，肯定会被嫉贤妒能，说不定就会被水找个机会弄死。装傻充愣多好，还能够划水摸鱼偷懒，启用李信乃是必然。如今王翦、王奔父子功高盖主，王氏在军中威望日隆。随着蒙敖的去世，蒙氏已经无法制衡，这时候就必须将陇西李氏拉进来，才能实现帝王平衡之术。当然，平衡只是其一，其二，如今大秦老将日渐凋零，急需少壮派年轻将领进行补充，不然军中就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如今灭6国近在眼前，绝对不能因此而出事。趁着王翦老将军还能打，便让他多带带新人，如此才能够实现军方的平稳过渡。好你个臭小子，看上去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居然会藏拙了。朕想好了，派你去代地北击匈奴啊！我谢谢您啊，这尼玛还特么没统一呢！你派我去打匈奴，你咋不知道给我丢南海喂鱼得了？不行，跑路必须跑路！始皇大大太不仗义了呀！实在不行，往西跑，西域诸国别的没有，美女大大地有。陛下多少年没有如此畅快的笑过，眼前这个名为秦风的少年，就那么受到陛下的喜爱吗？你想划水是吧？寡人偏不让你划水。你想偷懒是吧？寡人偏不让你偷懒。既然你的脑袋这么好用，那就为寡人多出主意，为了大秦多做贡献。哎，人人都说始皇大大是暴君，现在看来也没有啊，还会跟人开玩笑，还不杀功臣，挺好的啊。秦风，说说看，如今东方4国还有谁能够阻挡寡人的步伐？这微臣怎么知道？微臣还小，不懂呀。这还有啥好说的呀？最能打的赵国已灭，能够造出晋弩，兵刃的韩国已灭，三晋之中曾经拥有魏武族的强盛魏国，早就已经被吓破了胆子。魏王甲就是个大草包，等明年让王奔挖了黄河，淹了大梁，他就投降了。燕国也是外强中干，当初长平之战后，赵国40万大军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依旧能吊打燕国，就知道这是什么货色了。此次王翦和李信基本上一路杀到辽东，燕国也就灭了。
至于齐国建就是个大软蛋，齐国在大后方发展了几十年，军力最强盛，但齐国目光短浅，不救韩，也不救赵，更不救燕。等其他5国被灭掉后，齐国自然会投降。东方6国最难打的便是楚国，唯有倾尽全国之力，王翦老将军挂帅，蒙武老将军为副将，李信、蒙恬为弼将军，发兵60万，耗时1年方可取胜。燕国灭，便发兵攻魏，而后出兵伐楚。楚国军侯林立，不足为惧，大军压境，便会分崩离析。大王英明，完蛋了！如此轻敌，伐楚必定损失惨重啊！大楚地方千里，带甲100万，诸侯林立不假，但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一定会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究其原因，还是制度问题。大秦的郡县制等于是挖了大楚的祖坟，这帮人不玩命反抗才怪。秦风，你觉得楚国与赵国相比，谁强？不许说不知道，再说不知道，寡人就让你去跟赵高作伴，也不许说大王英明。我尼玛，这还让不让人愉快的玩耍了？回陛下，楚国不如赵国，肯定比不过啊！赵国胡服骑射，赵飞骑军名震天下，武安军李牧乱杀秦军，更是打的王翦老将军抬不起头来。楚国与魏国精兵魏武卒相比如何？楚国不如魏武卒，没法比啊！魏武卒当年可是压着秦国打，锤的秦国几代人抬不起头来，国耻啊！而楚国国军能够控制的军队顶多20万，大部分都是士族的军队，比如项氏、景氏、屈氏、昭氏，各自佣兵10万到20万不等，根本不听国君的命令。既然如此的话，寡人以为仅需20万大秦虎贲，便可荡平楚国。大王英明，哎，荡平就荡平吧，反正跟我没关系，就是李信那个倒霉蛋，反正大一统是迟早的事，爱咋折腾就咋折腾吧。20万，这是给人家送菜去了啊！臭小子，大一统就在眼前，你却告诉我会打败仗，这不是扰乱军心吗？哼！你不参与，想偷懒？不，寡人偏要让你参与。秦风，接下来最为重要的便是灭楚大战，到时候需要大量的粮草，寡人给你1年的时间，想办法筹集大军粮草，如何呀？让我筹集粮草？不要乱搞啊！始皇大大，连年灭国大战，关中平原、巴蜀平原，即便是肥沃至极，这里的百姓也已经被榨干了。给我1年的时间筹措伐楚粮草，怎么可能啊？大王，微臣才疏学浅呐，还是让微臣改编《论语》吧。秦风，要么跟赵高作伴，要么筹措粮草，选一个吧。沃尼玛，我还是选择跑路吧。哎，这次真是玩大了，实在不行的话，看来只能够种地了。1人1天吃3斤粮食，20万大军1天就消耗60万斤粮食啊！也就是说，战争持续1年的话，至少需要2亿斤粮食，这尼玛还怎么玩？哼！秦风，你现在知道寡人的不易了吧？你以为寡人不想要稳中求胜？你以为寡人不知道要多多征发兵员？寡人当然知道，但大秦百姓太苦了，连年征战，早就疲惫不堪。若是真的出兵60万伐楚，恐怕大秦百姓就支撑不住了。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亩产太低，要是能够亩产1000斤的话，只需要20万亩地就能解决军粮问题。亩产1000斤，你在这做梦呢？关中平原已经是全天下最肥沃的地方，但亩产也就在230斤左右，亩产1000斤，天方夜谭。年轻人不要太气盛。大王让微臣筹集大军粮草，微臣自然是义不容辞，但微臣想要借大王上林苑一用。嬴政微微皱眉，上林苑乃是王室狩猎的场所，用来培养王室子弟的勇武。上林苑，他借此地作甚？难不成还想要靠着里面的猎物来养活20万大军？真是荒谬！哼，秦郎中的脑子可真好用，居然能够想到用王室上林苑中的猎物来养活出征大军，真是天才呀！只是不知秦郎中可知晓20万大军1日耗费多少粮食？真尼玛，哪儿都有你个狗东西！你叫淳于狗得了。淳于博士，下官当然知晓20万大军所需粮草，而且下官也不会想到要用上林苑的猎物来填充大军粮草。能够想到这样方法的人，脑子该多好使啊！既然如此的话，你要上林苑做什么？难道是恃宠而骄，想要享受一下王室的待遇？简直是胆大包天！你个大聪明，在这含血喷人啊！上林苑乃是王室所拥有之地，我看你是想要一饮染指吧？不对劲啊，这还是之前那个在博士群体中讷讷不敢言的小骗子。仅几天的时间，这个16岁的年轻人怎么会变化如此巨大？难不成之前都是装出来的？哼！不管怎样，贼子辱没儒学，辱没夫子，就要付出代价。若不是如此的话，那你要上林苑作甚？难不成是想要种地，把20万大军的粮草种出来？
没错，臣就是想要借大王的上林苑种地。真没想到，秦郎中身为儒者，还会农家的事务。老子不仅会种地，还会。上林苑地跨户邑、咸阳、周至县、蓝田县，纵横51万亩，其中花草树木美不胜收，麋鹿野兔多不胜数，土地肥沃至极。如今始皇帝不喜游猎，所以上林苑一直闲置。再说了，现在正是覆灭六国的紧要关头，是游猎重要还是种地产出大军粮食重要啊？始皇大大，您好歹也是千古一帝，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分不清楚吧？但是这种事情秦风不好开口说，就像淳于越说的那样，上林苑乃是王室的私产，谁碰谁死。当年秦昭襄王在位的时候，天下大荒，百姓饿死不计其数，他都没有开放上林苑拯救关中老秦百姓。提议开放上林苑的官员更是被鞭数十，驱之别院。由此可见，在私房钱这一方面，王室都十分的敏感，所以这种事情根本没法说开，更没法劝谏。大王，我看此人就是怀有私心，不思报国，侵犯王室私产，此为不忠；乱用祖宗名讳，此为不孝；篡改儒学典籍，此为不义。如此不忠不孝不义之人，还望陛下立刻将其打入大牢，驱逐出大秦。你个老屌毛，在这害我是吧？信不信老子能在3个呼吸之间打烂你这张臭脸？大王，此子来路不明，而且还企图误导大王。即便将上林苑全都开发成耕地，就能供给大军了，简直痴心妄想。大王，如此欺君之罪，要不要下臣叫郎中令来，将这贼子拿下？秦风，臣在。哈哈哈！敢冒犯儒学，这便是下场。寡人若是将上林苑给你，你可否供给大军南征？对，车裂他。不对呀，秦王今日竟然为了秦风破了规矩。干啥呢？脑血栓大战，小儿麻痹啊！大哥，你回来了。王离这小子不服气，非要过来找我单挑，看我先捅他俩窟窿。你就是蒙恬的大哥，那金翼我便先打服你，拔剑吧。你什么意思？君子不器，别给我整儒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正的强者是不屑于用武器杀死对方的，极致的力量打死对方才是仁慈。还有这说法，有意思。二弟，揍他！我操，你们为什么要偷袭我？因为我们没有素质啊！哎呦啊！你们有本事饶了我，咱们走着瞧。话说这王离乃是大秦战神王翦的长孙，本来应该继承祖先的荣耀，结果在巨鹿一战，脸都丢光了，不仅被项羽打成狗，更是把章邯坑惨了，20万大军全军覆没。也不知道王翦将军泉下有知，会不会被气得活过来？走吧，咱们先去咸阳官府，然后再去上林苑。去上林苑干嘛？咱们还要给大王值守呢。不用值守了，大王刚下令让我去上林苑种地，然后我就请示大王，顺便带上了你，够意思吧？感谢你8位诅咒，我代表8位诅咒都感谢你，报不了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也不会忘记你。望夷宫内，廷尉李斯正在向嬴政呈递奏章，结果突然看到嬴政的眉头居然皱了起来，当即吓得他差点跪下。巨鹿之战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何寡人没有听说过？王离会丢光王家的脸？不会吧？现在看来，王离敏而好学，很有军事天赋，被王翦当作王家未来的希望，难不成也是个纸上谈兵的人？还有项羽是谁？秦风已经不止一次的提过了，难不成日后会成为我大秦的祸患？至于章邯，爱卿，章邯此人可有印象？大王，微臣并未有印象。不应该啊，能够统领20万大军的将领，无论如何都不会现在还默默无闻。李斯可是出了名的过目不忘，既然他都不记得的话，那就说明章邯此人现在真的不显山不露水。爱卿，你精通相人之术，觉得秦风此人如何？微臣不敢妄下定论。无妨，说说看。此子颇为古怪。为何？秦风此人看起来尚且年幼，却偶尔能够表现出不符合年龄的成熟，而且沉默寡言，这让微臣很是摸不准。这臭小子平日里装的一副憨厚老实模样，背地里不知道多少坏点子。他哪是沉默寡言，他明明就是在藏拙，不想干活，偷懒，背地里满嘴脏话，殴打如生，坏得很。若是我儿扶苏能有如此天赋，该多好！那当真是大秦无忧，寡人无忧啊。可惜目前所有的儿子都显得十分平凡，唯有扶苏还算聪慧，却一心向着儒学。可恶的儒生教坏我儿！哼！大王，您将上林苑交给秦风，会不会有些坏了规矩？
微臣并无冒犯大王之意，雷霆雨露皆是恩泽，大王如此做自然是有大王的道理。作为臣子，不应妄言。哼，你在教寡人做事，微臣不敢。这又是秦风告诉您的言语吧？不知不觉间，竟是被这小子教坏了。大王，您真的是太过优待秦风了。于微臣而言，自然是希望有识之士能够被大王所用，但对于大秦勋贵而言，却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莫要到了最后捧杀秦风啊！此话怎讲？上林苑乃是王室下根，更是威严所在。当年即便饥荒横行，昭襄王也没有开放。若是秦风在此事上做出出格的事情，恐怕会受人把柄啊！到时候您若是不处理他，便有损威严；若是处理他，恐怕就会毁了他呀。这个你放心，秦风那小子做事很有分寸。不好了，大王，秦风他怎么了？他在放火烧上林苑。真的是太壮观了！大哥，防火隔离带已经做好了，那就开始通知大家放火吧。蒙恬稍微有些迟疑，身为蒙氏长子，他还是懂得其中的忌讳。上林苑乃是王室象征，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就给烧了。要知道，平日里即便是百姓砍柴误入，都要受到严苛的刑罚。若是不小心失火，那少府就倒霉了，不被严惩就烧高香了。大哥，咱们是不是再请示一下大王？姿势体大啊！秦郎中，这可是大逆之罪呀！咱们还是再向大王请旨吧。姿势体大呀！吵什么？没看到我手里的大王批文，让我全权负责上林苑开发之事，懂不懂什么叫全权负责？可是大王也没让咱们火烧上林苑呀！不听我话是吧？蒙恬在，谁不听话就给我揍他！诺。还好让蒙恬从家里带来一些家将，毕竟这活不好干，需要一些武力震慑。赵高跑出去好几天了，也没有回来，不然借他手里的宦官，效果会更好。不过这已经足够了。蒙氏家将人人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实力仅次于千里挑一的铁鹰瑞士。下官将作少府东原主张令章邯见过秦郎中，遵大王令，接下来全权听从秦郎中指挥，秦郎中尽管指挥便是。那本官就不客气了，你带着人去上林苑的东边，准备放火。下官告辞。蒙恬有一个算一个，给我揍他们！妈的，说好话是不行了是吧？老子手里有大王令，说揍谁就揍谁。诺。救命啊！等等，老夫，哎呀，别打脸，老夫从了便是，老夫从了呀。上林苑乃是王室园林，放火烧山，犹如王室颜面。哎呦，不错哦！不愧是在大秦覆灭的关头站出来力挽狂澜的男人啊！若不是因为赵高在后面拖后腿，再加上王离这个猪队友，他还真有可能把六国再灭一遍，成就战神威名。如今看起来，章邯如此强悍也是有原因的。放开他！诺。章邯是吧？你放心，本官绝对不是不讲理的人，更不会不尊重大王。你看这封竹简上，不仅有大王印信，还有大王的私印，这不正说明大王对我的信任吗？事关重大，还请秦郎中三思。要不是你小子确实有能力，非让蒙恬再揍你一顿不可。章邯，你是不是以为我火烧上林苑都是为了一己私欲？下官不敢。不敢？哼，我看你就是这么想的。本官就明确告诉你，此番行动无论造成什么后果，本官一人承担。你们以为本官愿意接手这破差事？你们以为本官愿意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你们以为本官不愿意在家搂着丫鬟睡觉，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种地？本官都是为了大秦，为了天下一统。如今大秦一统天下势在必行，但大军粮草从何而来？连年苦战，百姓早已苦不堪言。若是再不缓解一下，恐怕六国没灭，我大秦百姓先撑不住了。你们以为大王为何支持我？因为大王远见卓识，因为大王愿意为了千秋伟业而奉献出王室的上林苑。但是你们呢，居然怀疑大王对于一统六国的决心，怀疑大王的英明神武。指皇大大，就不要怪我先斩后奏了呀！20万大军粮草，除了这个办法，我真的是气穷了。我实在是不想要跟赵高做姐妹啊！章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该死！章邯愿为大秦千秋伟业贡献绵薄之力，听从大人差遣。愿为大王为大秦效犬马之劳。好，通知东西南3个方向起火。你们听说了吗？秦风大小子疯了，居然纵火毁掉了咸阳周围10万亩上林苑。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没听说？据说大火烧了3个昼夜，半天天空都染成了红色，生灵涂炭呐！大秦用了6世的时间才建好的王室园林，毁于一旦呐！疯了，真是疯了！这等心中无父无君之人，也不知道是谁教出来的。叔孙博士，现在你师弟靠着媚上发达，
你可不要走他这等不孝之路呀。眼下咸阳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等是不是要劝谏一下大王？怎么劝谏？秦风此人狼子野心，满口胡言，不知道如何做，让大王信任无比。若是强行劝谏，恐怕反而咱们会被治罪。你说是吧，叔孙博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林苑乃是王室象征。如今秦风公然纵火，简直是目无君上。只不过大王好似已经默许，咱们上奏有用吗？有人能治得了秦风？谁？大秦丞相昌平君。秦风，既然你敢做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自己在这里找死，就不要怪我淳于越心狠手辣了。下官淳于越见过昌平君。淳于博士请坐。不知淳于博士此番前来可有要事？哎呀，咸阳出了这么大的事，丞相大人还不知晓吗？何等大事？秦风公然纵火，焚毁王室上林苑，让王室颜面扫地，让六国看了笑话，让大秦百姓看清了王权。此等无父无君之事，简直是人神共愤啊！这件事啊，自然是听说了。大火烧了3日3夜，咸阳城外都染红了半边天，着实壮观。下官身兼谏议之责，现在就向丞相大人上奏，弹劾此子。本相觉得倒是没有那么严重，毕竟3日已经过去，大王并未表现出不悦，一切如常。身为臣子，就不要给陛下添忧了吧。熊启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作为秦王的表述，这是加分项；但作为楚考烈王之子，却是大大的减分项。骄傲的老秦人对于一个楚国王子担任大秦丞相，已经是极为不满，忍耐到了极限。所以熊启处事一向四平八稳，从不参与一些敏感事宜，给人留下话柄。既然来者不善，也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天色已晚，淳于博士还是尽早回去吧。若有公事，可以在朝堂之上谈论，无需私下来找本相。丞相大人呢？我的丞相大人，你熊启确实是个政治老手，四平八稳，从不出事。但我淳于越有让你不得不出手的理由。大胆淳于越，休得无礼！丞相大人，大秦灭赵，您可以出谋划策；大秦灭韩，您可以运筹帷幄；大秦灭燕，您可以从中调度。可若是大秦灭楚呢？大胆淳于越，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大秦与大楚7次联姻，亲如手足，怎会灭楚？亲如手足？天底下还有这等好笑的事情吗？丞相大人，那您猜秦风为何会焚烧上林苑？大王为何又会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呢？因为啊，秦风在为20万大军准备伐楚的粮草啊！敬秦王大哥，真没想到啊，你选出来的3000刑徒居然如此听话。小事而已，这3000精壮男子本就无家无业，所求不过是土地和老婆。我既然许诺了他们，他们自然会卖命。马上就要开春了，耕种就在当下，调控得当的话，肉食还能支撑1年，但是粮食却不多了，就能支撑3天了。而且我们还没有良种和耕牛。没事，明日我就去找大王要。秦师傅，见过扶苏公子，免礼免礼。哇！公子，你这是专门来蹭饭来了？还真让你给猜对了。自从吃了一次秦师傅的手艺，再吃宫里的东西，简直就是味同嚼蜡啊！公子，你这不能够白吃啊！明天我要去宫里跟大王要良种，要耕牛，你可得一块帮忙啊！放心，咱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似乎不应该这么用吧？你懂个屁！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团伙作案要像喝水一样轻松。你就是这么教咱们大秦公子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未来大秦的王，这特么都跑偏到姥姥家了好吗？公子为何今日来的这么晚？待会要早些回宫，不然宫门关了，大王又得骂你。秦师傅，赵府令回来了。特么赵高回来关我屁事，又不是小娘皮回来了。哎呀，老乡，好久不见呐！老乡，你终于回来了，一日不见如隔3秋呀！你再不回来，我还以为你死外边了呢。快坐下喝肉汤，特意为你准备的呀。幸不辱使命啊！下臣前往赵地1月有余，终于将葛聂带回来了。进展可还顺利呀？多亏秦郎中告知下臣葛聂老家在哪里啊！下臣先去软禁了他老爹老母媳妇儿子，然后再去找的他。一开始葛聂还想仗着自己绝世剑术突围，但是在看到亲人都在下臣手里之后，便束手就擒了。赵府令够阴啊！不，还是秦郎中阴呀！公子，你从葛聂的事情中有什么启发呀？
扶苏愚钝，扶苏不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父母在我手里，你跑不了的。就算你跑了，我也有办法把你抓回来。哪里？扶苏受教了。早就听闻秦国人野蛮，但也不能这么野蛮吧？还把绑架别人父母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完全不讲武德啊！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有兄弟来，投靠山头，我们一定会帮他解决麻烦。大秦不愧是虎狼之国呀，打招呼都这么特别。熊起满脸疲惫地站在望夷宫前，胡须丛生，眼中布满血丝。他用了1个月的时间，多方打探，终于可以确定大秦与大楚之间必有一战。熊起忍不住苦笑，这件事情他居然是最后一个知晓。在打探的时候，朝堂上下似乎达成了共识，都瞒着他。可他昌平君是大秦丞相啊，是亲手将秦王嬴政送上王位之人，更是大秦覆灭韩赵的功臣。你们为何要这样对我？凭什么这样对我？昌平君求见大王。宣。昌平君怎么这么早来？也不早些通知寡人，好为你准备饭食。昌平君，这是怎么了？为何突然之间好似老了10岁？臣求大王。熊起可是被赐予入朝不屈、暂拜不明、见吕上殿的特权，可是此时他竟五体投地，行如此大礼。熊起不仅仅是大秦丞相，还是嬴政的表叔兼姑爷爷，更是嬴政的亲密战友、坚定的支持者。如今突然如此表现，让嬴政心里有些难过。叔父，有事说便是，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臣求大王斩杀秦风，以谢天下。为何要杀秦风？秦风谄媚小人，妄自揣摩上意，恃宠生骄，跋扈至极，其罪亦也。罔顾君上，辱没王室先祖，火烧上林苑，殴打官员，其罪2也。满腹私欲，破坏秦楚姻亲，妄图挑起2国战端，其罪3也。此人无父无君，犹如豺狼畜生，臣请陛下斩之，以谢天下。昌平君何必找这么多借口呢？你想要杀秦风，无非是因为他在给伐楚大军准备粮草。大王，您当初不是这样说的呀？您说秦楚7世联姻，乃是兄弟之国，2国当携手并进，共存于世，永不攻伐啊！昌平君，你何必在这里自欺欺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华夏大地上不能出现2个国度，炎黄子孙所供奉的只能有一个帝王。就像秦风所说的那样，6王毕，4海一，寡人将成为千古一帝，大秦将成就万世之基，华夏百姓将不再受到战乱之苦。妻子也不必担忧丈夫一去不回，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灭楚与这盛世场景相比，何足挂齿？叔父，放下心中的执念，加入我们吧。不，嬴政，你欺骗我！当初登基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说的，你骗我，你欺骗了楚人。寡人啊，就是在骗你们如何？来人，丞相过度劳累，神志不清，送丞相出宫。谁特么这么缺德，背后骂我？麻烦这位兄弟帮我禀告大王，郎中秦风求见。哎呦，秦大人这啥小人了，哪里谈得上麻烦呀？不过现在不行，大王正在见人呢。大秦的官员都这么勤劳吗？居然比我来的还早，天还没亮呢，就跑到咸阳宫来奏事了。不会是跟我一样来要东西的吧？卧槽，不讲武德呀！待会一定要跟始皇大大说他坏话，不批给他，反对内卷，从我做起。哼，这谁啊？宣秦郎中觐见。大王怎么知道自己来的？这还没通传呢。微臣参见大王。免礼。我想想该怎么跟始皇大大开口。大秦的官员也太卷了吧，一大早就跑到这里来汇报。刚刚出去的是大秦丞相昌平君，1个时辰前便来到寡人面前奏对了。不愧是大秦丞相，天色未亮便开始忙于公务，简直是为大秦鞠躬尽瘁，废寝忘食，一副赤胆忠心，日月可见呐。确实是赤胆忠心，一大早就跑过来求寡人砍了你的狗头。怎一个冤字了得啊！微臣冤枉啊！微臣忠心耿耿，怎么会犯下如此大罪？一定是丞相大人搞错了，还请大王明察呀！卧槽，这老小子有毛病吧？我啥时候得罪过他？别嚎了，快给寡人滚起来！寡人当然知道你是冤枉，不然的话你还能在这站着，早就脑袋搬家了。谢大王，大王英明，脑袋搬家总比跟赵高做姐妹强。大王注意身体呀！怎么咳嗽了？快喝点水。好你个秦风啊！这1个月以来，你给寡人闯了多么大的祸！寡人是天天被那帮博士、谏议大夫还有王室贵族烦啊，人人都要治你的罪，寡人烦的都睡不好觉了。可你倒好，白白胖胖，反而愈发的富态。微臣白白胖胖是天生的，体质问题，压力肥。万分感谢大王的庇护之情，微臣没齿难忘。
让我想想，粮食的事咋开口啊？给寡人说说，上林苑怎么才能产出足够大军征战的粮食来？现在上林苑也给烧了，寡人也给你把弹劾压下去了。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看寡人抽不抽你！大王您看，荆轲刺秦给嬴政留下阴影了，一看到这种卷起来的东西就有点紧张。可是没过一会，嬴政越看越兴奋，眼神越看越亮，到了最后直接击掌叫好。好啊，若是有了这木犁，耕种的效率提高了10倍不止呀！这是你做的？不是，微臣当年路过泰山，突然从上边飘下一张绢帛，上面画着这个图画，微臣也不懂，就给收起来了。我才不会说这是我画的，不然以后你没事找我画画咋办？加班加点的，我再年纪轻轻过劳死，拒绝加班，从我做起。哼，寡人对你这么好，你却整天想着偷懒，这叫什么？屈原梨，名字真难听，以后这个梨便叫大秦梨。农具是有了，但仅凭这个依旧无法保证粮食产出。郑国渠虽然灌溉大半关中平原，但并未流经上林苑地区，你该如何是好？陛下，虽然郑国渠并未流经上林苑，但在这附近却有一条渭河。难不成你要让人取水来灌溉农田？寡人可以明确告诉你，连年大战，整个关中最缺的就是人，所以除了你招募的3000刑徒，多一个人也别想从寡人这里得到。陛下，您看这个，哇哦！水利统车，好东西啊！有了它的话，即便是地势高的地方也能够得到灌溉了。哼，这也是你从泰山下捡的？是呀，大王，微臣当年路过泰山，突然从上边飘下一张。闭嘴吧你！看来下次要多准备几个借口了。始皇大大不太好忽悠呀。嬴政摩挲着手中的2幅绢帛，如获至宝。他很清楚这2件农具带来的意义，那是类似于农业变革一样的存在啊！若是能够在全国普及开来，那么大量因为不方便开垦和灌溉而撂荒的土地将会被大范围耕种，到时候粮食产量至少能够增加1半以上。秦风啊，你果然没有让寡人失望。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微臣不要赏赐，微臣只希望陛下能够让江作少府在1个月之内赶制1500架屈原大秦梨，并且沿着渭河架设水车，以此灌溉上林苑土地。还有开春时的良种1500头耕牛，以及我手下3000刑徒，加上治粟内史、江作少府、咸阳官府的1000余人的口粮。好，寡人给你。国库空虚，寡人便准你从少府领，粮种你随意挑，但是口粮，寡人只能给你粟米。臣谢陛下。粟米就粟米吧，始皇大大也不好过，都把自己的小金库贡献出来了，不愧是千古一帝，有气度呀，比那些抠抠搜搜的皇帝强太多了。没想到秦风居然如此体谅自己。秦风，莫要让寡人失望，寡人也定不会让你失望。大哥，大王都答应你的要求了。当然答应了。那咱们现在是去少府搬粮食？对呀，到那里都踏马，给我客气点，别虎着张脸，再吓到少府的兄弟。可是，大老爷们磨磨唧唧，有话说，有屁放。可如果是单纯的搬粮食，为啥要穿着盔甲呀？咸阳城中，一行300人的队伍拉着大车招摇过市，行人无不纷纷躲避，面露惶恐之色。因为在前面开路的便是50名蒙氏家将，身披大秦玄色重甲，威武霸气，杀气四溢。若不是他们都赤手空拳，手无寸铁，还以为是蓝田大营造反，打进咸阳城了呢。这年轻人谁呀？怎么牛逼哄哄的？八成是王室贵族吧，不然的话也不敢如此招摇呀。我看不像，3大秦法律严苛，即便是王室贵族也不敢如此。咱大王一向赏罚分明，抓住了就进宗政府，不死也要脱层皮。那应该是大王的子嗣吧？不知是哪位受宠爱的公子？大概是了。大胆，何人竟敢？滚蛋！好嘞，您慢走。少府令熊华正带着30多名家将，静静等候秦风等人的到来。熊华乃是丞相熊启的亲子，如今已经对秦风恨之入骨。少府大人，下官理解您的心情，但如今秦风胜券正浓，您若是太过刁难他，恐怕大王会震怒啊。大王震怒又如何？大王已经抛弃我父子2人，都怪秦风这逆贼，都是秦风这贼子的错。放心，我不会杀了秦风。听说他与阉人赵高相交莫逆，那我便送他去做阉人吧。这都是什么事儿啊？一个是老牌贵族，一个是新晋宠臣，你们闹就闹吧，能不能不牵连我们这些无辜的小官？不好了！秦风来了！他！给我冲出去，狠狠的揍他！出了是我负责！冲呀冲呀！他带了好几百人了，不要去啊！啊，啥情况？揍他！不要啊！救命啊！开
看什么看？快回家看你老婆去！走进府。逆贼秦风居然敢纵兵劫掠少府，你就不能下手重点，让他嚷嚷这一嗓子，容易让大家误会我的人品。下次注意，下次注意。误会你的人品？你还有人品吗？少府都快被你搬空了。蒙恬，你和章邯一定要严格把关，所有的良种只要小麦，而且小麦颗粒必须硕大饱满。没错，就是我手里的这种，不要说难找，发动所有人钻进粮仓里给我扒拉，品质必须要最高的。还有粟米，按照一人1天3斤算，给我搬半年的。1人1天3斤，太多了吧？咱们还有不少肉食呢。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干活不得吃饱啊！而且谁说咱有肉食？污蔑，赤裸裸的污蔑！要是拿少了半斤，就从你口粮里扣。启程回家。此人谁啊？少府可是大王的小金库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居然敢来打劫！你是何人？大王禁卫军办事，闲杂人等速速让开！大王派禁卫军抢劫了自己的小金库，这他妈什么逻辑？望夷宫中，嬴政正在与李斯奏对，眼看到了饭点，两人也就边吃边聊。王翦将军此时应该已经与燕、代联军交战了吧？也不知战况如何。大王、燕、代借选知己罢了。代王赵家惶惶如丧家之犬，燕王姬喜老弱昏聩，此战便能灭燕。王翦将军领兵，寡人是放心的。只是燕国处于极北之地，春日依旧严寒，恐怕会对大军行动不利啊。哼，大王面前不得无礼。奴才有罪。刚刚少府传来消息，说秦郎中带着300人闯入少府，来者颇为不善呐。慌什么？这是寡人让秦风去少府拿春耕的良种和粮食罢了。大王，不好了！少府来报，秦郎中带人殴打少府属官，少府令熊华当场被打到晕厥，被提着进了少府，如今大门紧闭，生死未卜啊！无妨，年轻人气血旺盛，有点冲突矛盾很正常，打一架还是亲如兄弟。蒙恬、李信、王离他们可是从小没少打架啊！回家就告诫我儿理由，千万不要惹秦风那混小子，他下手黑着呢。哼，慌慌张张，成何体统？还有完没完了？大王，您让他说吧，看看秦风还闯了什么祸。说，少府来报，秦郎中搬走了少府中的10万担粟米啊！寡人大意了呀，答应秦风给他粮食了，没有给他定量。10万担粮食啊，按照正常饭量来说，这也太奢侈了吧？少府之中还剩多少粮食？回陛下，不足2万担了。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罢了罢了，随他吧。大王，淳于博士带着一众谏议官员，抬着趴在担架上的少府令熊华求见，是不是要让朕治罪秦风？是。淳于博士认为，秦风此人将丞相之子9卿之一的少府令熊华脱光上衣绑在树上吊起来殴打这件事，有辱朝廷威严，请求严惩。脱光上衣绑在树上吊起来打，不至于吧？这臭小子是在报复昌平君熊起弹劾他的事情。让秦风自己来解释吧，天天闯祸，寡人都快被烦死了。诺。始皇大大，怎么又叫我来了？难不成还要赏赐我？不用这么客气了吧？这次粮食已经给的够多了，非要给的话，那我也不能拒绝呀。勉为其难的要1000斤羊肉，3000条咸鱼吧。这臭小子闯了这么大祸，还想着赏赐呢。此时，大殿内淳于越带着20多名谏议大夫已经准备好火力，要狠狠地弹劾秦风一番。微臣秦风拜见大王，大王万寿无疆。哼，秦风，再让你这么气下去，寡人想万寿无疆都难。大王要给微臣做主啊！秦风狗贼无缘无故的殴打我，羞辱我，以至于微臣变成了这副样子。您一定要严惩他呀！秦风，你为何要殴打少府令？最好给大家一个理由，不然寡人一定不饶你。大王，微臣正当防卫，没办法呀。少府令大人听说我与赵高赵府令是老乡，就想要送我去跟赵府令当姐妹。可是微臣还未享受到床子之乐，暂时还不能进宫侍奉陛下，于是乎只能够言辞拒绝了他。没想到熊华大人也是个狠角色，让人把自己绑在树上暴揍，非说是我干的，微臣都看呆了。啥时候看过这场面呀？这特么是人干出来的事！秦风狗贼，你陷害我！少府令大人，您可是9卿之一，丞相大人的长子，若微臣不是自卫，怎么敢对您动手呀？对了，污蔑朝廷官员是什么罪来着？不如将熊华大人阉了送进宫，跟赵府令做姐妹吧。大王明察，他在诽谤我。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我告你诽谤，知道吗？我告你诽谤啊！他诽谤我呀！他在诽谤我呀！这熊华老家哪儿的？
这什么口音？微臣有证人可以证明少府令动手在先。微臣也有证人，我的证人可不是一般人，乃是少府令属官尚书仆射。尚书仆射可是少府令的亲信，怎么可能会是秦风的证人？而且他可是一直在熊华手底下当差啊！此番事情过后，不整死他才怪。你确定是少府令属官尚书仆射？微臣确定。这小子看起来年纪轻轻，居然有如此好手段。传尚书仆射觐见。下官少府令属官尚书仆射周儒拜见陛下。周儒，本官平日里待你不薄啊，你不能害我呀。周儒是吧？说说看，少府之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大王，秦郎中是正当防卫啊。少府令听说秦郎中与赵高赵府令是老乡，就想要送他去跟赵府令做姐妹。可是秦郎中还未享受到床死之乐，暂时还不想进宫侍奉大王，于是乎只能够言辞拒绝了他。没想到熊华大人也是个狠角色，让人把自己绑在树上暴揍，非说是秦大人干的，微臣都看呆了。啥时候看过这场面啊？这尼玛是写好的稿子吧？怎么一字不差？你串供也不改词儿，这不是把熊华当傻子吗？这臭小子是真的懒啊！能摸鱼的时候，绝对一点活都不多干，连特么稿子都一模一样，太过分了。周儒，你是不是收了秦风的钱？他出多少，我出2倍，你特么别害我啊！大王，您一定要相信我啊！他们连供词都一模一样，显然是有问题呀！大王，您要明察呀！卧槽，狗蒙恬能不能靠谱一点？老子写了2张纸条，你特么就给了1张。少府令熊华无故殴打同僚，事败后又污蔑同僚，其心可诛。念其往日功绩，便不追究，只革去其官职，贬为庶人。谢大王，谢大王恩典呐！丞相昌平君教子无方，令其居于府中，自省数日。微臣以为不可。好了，你们退下吧，寡人要休息了。秦大人，下官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呀，您就放过我把式老母和妻儿吧。周大人不必行此大礼了，让人看了还以为我在仗势欺人呢。您这还不叫仗势欺人啊？这都快把人欺负死了。都说祸不及家人，大秦何时出现过你这等无耻的大臣啊？秦师傅，尚书仆射大人，您这是何必呢？整得我们像坏人一样。不要哭了，扶苏还是很讲道上规矩的，只是暂时帮你照看一下母亲妻儿，顺便提醒你一句，以后别老想着跑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啥意思啊？公子的意思是，你的父母妻儿都在他手里，就不要想着逃跑，即便是跑了，他也有办法把你抓回来。本来自己乃是天下第一剑客，纵横9州，无人能挡，那叫一个逍遥自在。大秦的教育任重而道远啊，堂堂尚书仆射都这么没文化。这还是之前那个温润如玉、谦谦君子的扶苏吗？这特么就是一个土匪啊！老乡，这下我可救不了你了呀！居然把温润如玉的扶苏教成了这般模样，大王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不过这样也好，扶苏长公子的地位不保，那自己教导的胡海公子岂不是就有机会了？我儿扶苏终于长大了，大秦祖宗保佑啊！啥情况？大雁易水河畔，晚冬时节依旧冰冷刺骨。报告将军，已经探查清楚，河对面便是燕代联军，兵力大约为8万人。大哥没有骗我，燕代联军驻扎在了易水河畔，等待与王翦将军的大军决战。全军过河。大秦万胜！立刻建起军营，要快！此番秦军来势汹汹，恐怕这场仗不好打。大王多虑了，燕地苦寒，尤其是这开春时节，更是酷烈。秦军多来自关中，根本无法行军。王翦老儿既然敢强行出兵，那咱们便给他来个教训吧。当年若是父王没有听信谗言，冤杀李牧将军，何至于此样？肥之战、番吴之战大破秦军，王翦闻其名，只能以反间计杀之，可叹。李牧大破秦军不假，可也没有少杀了燕人。若不是因为秦军给的压力太大，燕赵世仇，怎么都不会与你走到一起。什么声音？是秦军。秦军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他们不是在邯郸吗？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迎敌！大王稍等，我去就回。师傅，咱们已经好久没有学习新的知识了。你跟着我的这些日子，其实一直在学习。比如为师让你种地，便是在教你知晓百姓不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再比如为师让你去江做少府要人，建水利、打铁作坊，是为了锻炼你的沟通能力，以后在对待群臣的时候就要如此。说好的每人耕种10亩地，要给大家做榜样，结果某人倒好，把自己的那份丢给扶苏公子去耕种，还美其名曰学习，学个屁！
滚蛋！刚刚蒙恬说了什么？我没听清。他说你身为长公子，更应该以身作则，体会百姓耕种不易。待会把我剩下的1亩地也给耕了吧。锻炼沟通能力，你那是让扶苏公子沟通吗？你那是让他去砍人了。刚进江做少府，就跟人家说自己要以德服人。江做少府令刚夸了一句扶苏公子儒雅，他就拔出自己的佩剑，猛地扎进人家脚下的泥土里，说这就是他的德。江做少府令差点当场尿出来，连请示大王都忘了，要啥给啥啊！怪不得剑术进步这么慢，原来都将心思用在吃上了，而且将小麦磨得如此细致，简直是浪费。老子连习武的底子都没有，肯定没法跟天下第一剑客比呀。这饼是小麦做的吧？损耗几何？100斤小麦能磨出70斤面粉。奢靡啊！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损耗竟达30%。天下还有那么多百姓吃不上饭，饿殍遍地，你这简直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让你多读书，你偏去喂猪。我现在吃得好，是为了创造出更多的粮食。有本事你别吃啊！话说你的真身是不是腰上的那把剑？为啥没见你摘下来过？借我瞅瞅。此剑名为渊红，乃天外神铁所铸造，斩金结玉，削铁如泥，大王亲赐。等扶苏学到了葛聂师傅的3成剑术，便让父王也赐予我一把利剑。就是一把普通的铁剑罢了，无非是捶打的次数多，砸质少。扶苏公子，你再给我耕1亩地，过2天我就给你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胡言乱语，一派胡言。敢不敢跟我打赌？3天之内，若是我做出了宝剑，你便将渊红借我玩2天。那若是你做不出来呢？那我可以答应你任意一个要求。好，不要冲动啊！你就算穿着假衣，葛聂师傅也能一剑捅死你啊！啥情况？虽然葛聂师傅嘴臭点，但你也不能叫3000多人去砍他呀！兄弟们，出发！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记住，不拿老乡的一针一线，不能欺负老乡。如果被我发现，老子他妈的抽死你！大王，燕代之战，大军消息传来了，斩首几何？去年冬10月，王翦将军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李信率5000轻骑昼夜赶路，伏于易水之西，趁燕代之师安营间隙，如神兵天降，骤然杀出，斩首8000级，互相践踏，坠入易水淹死者不计其数。好啊，英雄出少年，李信果然没有让寡人失望。王翦将军已经进军燕都城际，如今想必已经攻克燕都，为大王克，为大秦克。如今燕代破灭在即，大秦一统寰宇的步伐更进一步。放眼天下，魏国偏安大梁，苟延残喘，齐国外强中干，孱弱无比。唯一能够与我大秦抗衡的，便只有楚国了。大楚地方千里，带甲100万，确实不好打，但也没有那么难打。秦昭襄王27年，武安军大破楚军，楚国割上庸，汉水以北求和。28年，武安军攻取燕、邓武城，而后围困楚国都城郢都。29年，武安军大破楚军，攻陷楚国都城郢，毁其宗庙，掘其坟墓。楚国溃不成军，一路退却至陈，方敢稍歇。壮哉！武安军何其英勇！不知谁能成为寡人的武安军呢？大王，咸阳城外有亭长来报，说是秦郎中纵兵披甲，劫掠乡里。这个臭小子整天给寡人闯祸。赵高，安排车马，寡人要微服前往上林苑。若他真的敢恃宠生骄，寡人就狠狠抽他。大王可真是偏心啊！若真是纵兵劫掠乡里，那可是大罪。大王居然一句轻飘飘的抽他就过去了，明显就是在护犊子啊！即便是扶苏公子，也享受不到这等待遇吧？老乡，这次就别怪我不提醒你了。若因为你的事牵连到了扶苏公子，那也算对我的一大幸事。车裂你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先赐你一碗麻药。赵高，如何？秦风劫掠百姓之后，足足装了100多辆大车，已经返回上林苑。知道了。秦风这臭小子竟然会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难道真的以为寡人不敢治你的罪吗？难道真的以为大秦法律是空中楼阁吗？秦惠文王犯法，太傅营前被处以异刑，还历历在目。今日居然便敢劫掠百姓了，难道你秦风觉得寡人会无底线的包庇你吗？足足100辆大车的财物啊，这是多少百姓劳作一辈子的积蓄啊！秦风啊秦风，你何必在这里作死呢？果然少年人就是靠不住啊！稍微有些恩宠，便不知天高地厚。如今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到时候无论是老秦贵族，还是王族子弟，亦或是东方6国的儒者群体，都绝对不会放过他。即便是大王，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死保你啊！为了大秦的安稳，为了征伐6国的顺利，秦风一定会被拿出去泄愤。据乡里来报，秦郎中此番行动，累计伤及百姓15人，上林苑已经被1000余名百姓包围，形势不容乐观。秦风，你就那么爱财吗？你若是真的那么爱财，那便跟寡人要，去少府拿。
哪怕贪污受贿，寡人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你非要行此大逆不道之举，你混蛋！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关中之地何时出现过如此民乱？你简直就是不把寡人放在眼里，你简直就是将大秦的尊严践踏在脚下。哼！派人去安抚百姓，就说秦风抢了多少东西，寡人都会让他还回去。诺。嬴政实在是想不明白，一个心怀天下的少年，一个与自己心意相通的少年，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少年，为何会腐化得如此之快？秦风，寡人终究是看错你了。老子说什么来着？不许伤到老乡，不许伤到老乡。结果还是有15个受伤了，多么影响咱们的形象啊！老子说了多少次了，咱是儒家子弟，别他娘的跟个土匪似的。俺和兄弟们没有动作啊，是老汉听说10斤大粪换1斤麸皮，高兴坏了，一口气挖了100多斤，俺怎么劝都不听，结果给累着腰了。扶苏，扫盲班你怎么教的？咱他妈是文化人，别一口一个大粪叫着，粗鄙，太粗鄙了。师傅，黑牛麦粒是一把好手，做学问实在是难为他了，您就别欺负他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扶苏愚钝，还请师傅赐教。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带着他一个人欺负很多次，便会研究出新的欺负人的方法，这样就能成为宗师级别的人物了。咱这就算是儒家子弟，是文化人了。我的先人是子路，那我便是儒家子弟。老子还在给你们这帮笨蛋扫盲，那你们也就是儒家子弟。别在这废话了，快组织大家施肥。卧槽！若是被儒家的人知道了，会不会将你给活活锤死？咱老秦人哪有那么矫情？不过就是扭了下腰而已。当年老夫于长平之战3进3出，杀得赵人血流成河，这点小伤有何大碍？你个后生若是真的过意不去，就多给老夫几斤麸皮，老夫好拿回去喂鱼喂猪。好说好说，来人，多给老丈拿20斤麸皮。拿来吧你！啊！秦风，好小子，站住！前方正在军事演习，不许向前。大胆，你知道你面前的是谁吗？俺不管你是谁，秦郎中说了，姿势体大，即便是大王来了，也不许过。你好大的胆子！你就不怕寡人身边的瑞士将你脑袋拧下来？即便是把俺的脑袋拧下来，也不能过去，不然秦郎中会踹死俺的。好你个秦风啊！卧槽，滚蛋！铁柱你他娘的，快给我滚蛋！你不是跟俺说的，即便是大王来了，也不能进吗？我那是形容词，夸张的手法，懂吗？扶苏公子昨晚授课刚讲了，你接着就忘了啊！俺脑子不好使，就记住了今天浇完大粪吃红烧肉了。卧槽，完了完了！始皇大大这下知道我这里有红烧肉了，得想个理由忽悠过去啊，不然的话岂不是顿顿来蹭饭？大王您怎么来这儿了？荒郊野岭的也没什么好招待您的，不如咱们回咸阳城微臣府上坐坐。秦风，你好大的胆子！微臣一向不贪为宝，不引盗权，冰清玉洁，克己奉公，胆子一点也不大呀。糟糕，蒙恬那混蛋是不是说我坏话了？还是扶苏？感觉始皇大大听说了些什么？你个臭小子，若你真的有你说的这么老实，寡人至于整日提心吊胆。寡人先是听说你纵兵打劫乡里，接着又听说你打劫的居然是阿萨之物。你知道现在人家都叫你什么吗？什么？茅厕都尉啊！那个王八蛋给我起这么个外号啊，太特么缺德了！臭小子，你抢什么不好，非要抢那阿萨之物？不过也算你运气好，若敢动百姓财货，寡人抽死你！因为要施肥啊，上林苑的土地虽然数百年未曾耕耘，肥沃至极，但如果施肥的话，作物的产量会进一步提高。哪个狗日的给我起这么个外号啊，太没素质了！看来普及儒学教育任重而道远啊！你之前说让扶苏晚上给士卒授课，是授的什么课？论语。这是要跟那帮儒生结仇了。若是被人家知道了，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弄死秦风。毕竟孔夫子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现在连祖坟都要被刨了。赵高令10人不100人暗卫，暗中保护秦风周全。诺，这可是大秦王室暗卫呀，人人忠心无比，且实力甚至比铁鹰瑞士还要强大。大王对秦风的恩宠实在是太重了。施肥能够提升产量。是的，大王，农家肥对于土地而言乃是大补。目前关中平原小麦不过亩产200斤，产量低下，实际是因为土地肥力不够，水源不足，且不够精细。若是精耕细作，产量提升到500斤不成问题。哦，亩产500斤，产量直接翻了1倍啊！何谓精耕细作？所谓精耕细作，便是不断选育最优的麦种，
通过施肥使得土地愈发肥沃，在作物生长过程中花费大量时间除虫除草，同时保证水源的充足。所以这就是你把寡人少府中麦种翻了一个底朝天的原因。小麦好吃，而且产量高，微臣只是想要为前方大军多做贡献。哼，可是小麦不如粟米好保存，也不如粟米好携带、好做饭。行军打仗可不能只满足口腹之欲啊！大王，这点微臣已经想到，到时候可以做成炒面，不仅方便携带，饱腹感还极强。要是按秦郎中的说法，那以后吃的粮食岂不是阿造物泡过的？赵府令让你多读书，你偏去其中，肥料是埋在土里的，又不是浮在表层。况且你吃的也不是小麦的根，吃的是果实。特么的，阴阳怪气在这说谁呢？生于大地，还于大地，没有干净肮脏一说。诺。大王，咱还是去小院中坐坐吧，这里实在是有些不雅。无妨。完犊子了，忘记扶苏还在耕地，这倒霉孩子啊！父王您来了，儿臣拜见父皇。起来吧，我儿，这还是自己那个帝国长公子吗？还是那个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扶苏吗？若是正妃，他泉下有知，该感到高兴吧？我们的孩儿终于长大了，亦或是心疼的皱起眉头。不错，不错，有男子汉的样子了。孩儿甚是想念父王，吾日三省吾身。这话有啥关联？扶苏每天多次反省自己，这是什么意思？扶苏公子说他每天健身3次。你礼貌吗？一句儒家经典言语，你看嘛给翻译成这样。问题是，扶苏公子，你那么兴奋的点头是什么意思啊？还秀了秀肱二头肌，你是帝国长公子啊，请注意形象啊！走吧，日上三竿，越来越晒了，回屋歇息会。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扶苏耕完这亩地，再去休息。你特么能不能不在你爹面前显摆呀？要我狗命啊！真正强大的士兵不可以没有毅力，要扛沉重的木犁，耕最远的地。你就是这么教我儿，教这些士卒的？回大王，耕地其实也是健身的一种方式。这路怎的与咸阳不同？你是如何做出来的？完蛋！水泥工厂刚开始生产水泥就被始皇大大发现了，别给我收走了啊！我还没将整个上林苑的道路连接呢。要想富，先修路，多生孩子，多种树。微臣当年路过泰山，您还记得吧？滚蛋！再胡言乱语，小心寡人抽你！回大王，此物乃是水泥，就是把石灰石、粘土磨成面饵，再煅烧成熟料，用熟料和炼铁后剩的矿渣涂抹，就是水泥了。此物硬度如何？除了铺路，还有其他用处吗？硬度堪比金石，除了铺路，还可以修房子、修建城墙。不会吧？难不成始皇大大想要用水泥修建四通八达的秦直道来连接天下吧？这样似乎也不错，不需要再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说不准大秦的寿命也能延长一些。秦风言语之中总是若有若无地透露出大秦在一统后不久便会倾覆，可究竟是为何呢？100万大秦将士坐镇天下，800万秦川子弟护佑关中，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迅速灭亡才是。想这些事情现在还早，且看吧，你这桌子上晶莹剔透的晶体为何物？这是玻璃，制作工艺尚不完善，杂质还很多，就没给您送去。完蛋，玻璃也保不住了。是熏香，目前产量有限，味道也不好闻，就没给你送去。完蛋，熏香也保不住了。桌子上的是什么？回大王，这是瓷器。寡人能不知道是瓷器，但你这瓷器也太白了一些，而且还用来盛水，奢侈。大王，这不是水，是加了蜂蜜的热牛乳，您尝尝。微臣喝水多，每次都用这搪瓷缸子，喝起来爽利。不过如此。给我留点啊，大哥，介绍一路了，口干舌燥的，也没东西润喉，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家，还被鸠占鹊巢，关键是自己还惹不起，就很让人难过。哼，秦风，寡人让你来种地，你倒好，在这比寡人还享受。大王，微臣不是在享受啊，是在一田思苦，时刻告诫自己，唯有努力种地，才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信你个鬼！还有什么好东西，都给寡人拿出来。大王，这荒郊野岭的能有啥好东西？不如咱们回咸阳。哼，本来寡人觉得你们劳作不易，多拿点粟米就多拿点，结果你倒好，居然还存了这么多肉食，还想藏着不让寡人知道。快把你那劳什子红烧肉拿出来，让寡人尝尝。完蛋，铁柱那混蛋说漏嘴了，以后每顿饭少一块红烧肉。哎，既然始皇大大想吃，那我就得好好做啊。若是吃的不高兴了，再抽我咋办？更可怕的是，他要是吃上瘾了，天天来吃咋办？师傅，多来点辣子，多放点蒜。知道了，快去冲冲，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臭味。臭小子还挺会吃，不过这面与王宫御厨还是没法比，汤不够浓郁，面不够劲道，还有这肉，这味道不过如此。再去给寡人盛一碗，多加点辣子。给我们也再来一碗，那种肥瘦相间、软糯不腻的大块肉也来2个。秦风，你这里还有什么好东西？都给寡人交出来。没了，微臣就这么点家当，全都交出来了。狗日的蒙恬，水力打铁作坊，你什么时候试验不是？非要这时候试验？好你个臭小子，连打铁作坊都整上了，听这声音，明显力道非常之足，所锻造出来的铁器质量也会大幅度提升。是农具，微臣10万亩地需要耕作，损耗颇多，只能自己开个作坊打铁。寡人改日再收拾你。大王您慢走，有空常来玩。艾玛，可算把始皇大大给忽悠过去了，以后尽量别来了哈。你个臭小子，所有的好东西都给寡人准备一份送过去。您这是进货来了呀？微臣参见大王。莫大人免礼。这个年轻后生就是大王说的能工巧匠，老夫看着不像。后生，今日老夫在思考如何向伐楚大军运输大量粮草之事，你有什么不懂的，就尽快问，莫要耽误老夫时间。这牛鼻子谁呀？要不是始皇大大在这，非要在他的老脸上来一拳。秦风，这位是将作少府令莫公莫大人，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请教他。请教他。这人眼都快长在脑袋上了，老子待会就挑了他下线。张邯，送莫大人去田里施肥。田里施肥是何意？就是让你去挑大粪。小儿安敢如此辱我，我们走。荆棘种地，你为何如此不守规矩？我乃九卿之一，将作少府令，你居然敢这样对我？九卿，老子打的就是九卿。跋扈，太跋扈了！此人究竟什么来头？大王也没说，难不成是王室子弟？可哪个王室子弟敢在秦法之下如此嚣张？哪个不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老子乃是天下第一剑客，葛聂座下大弟子，今日便来跟你这不知好歹的糟老头子过2招。好啊，老夫这个墨家巨子，今日就跟你这个天下第一剑客的大弟子过2招。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此话怎讲？能群殴就不要单挑。张邯，铁柱，给我揍他！这年轻人不讲武德，说翻脸就翻脸。你他妈刚刚还说要单挑的，现在就群殴了？难道天下第一剑客的大弟子如此不讲规矩吗？这位是秦风秦郎中。老夫不认识什么秦郎中。少府令熊华，您知道吧？您隔壁府上的那个，就是被秦郎中脱光了吊起来殴打至昏迷，最后还被革职查办了。你就是那个无法无天的茅厕都尉。我去你大爷的！弓弩手，弓弩手呢？给我把这个狗日的乱箭射死！秦郎中，请恕老夫言拙，老夫实在没有冒犯的意思。老子的名声就那么坏吗？只是提了一下名字而已，这老头态度就变化这么大，都特么能治小儿夜啼了。师傅，您身为墨家巨子，面对一个年轻的后辈，何至于如此客气啊？你不懂，此人性情怪异，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与人大出手。如今在巡贵权力已经传开了，这年轻人脑子似乎有点问题，纵兵劫掠乡里，劫的居然是大粪，我们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呀。你们礼貌吗？你们敢不敢再大声一点？要不要拿个喇叭在我耳边小声聊天啊？这老头还是墨家巨子，自从墨家始祖去世之后，墨家便产生了分裂，分成了邓灵子的楚派墨家、相夫子的齐派墨家和向李秦的秦派墨家。想必这位墨家巨子莫公大人，便是与秦国世代合作的秦派墨家了。大王让你来干嘛？大王告诉老夫，秦郎中这里有巧夺天工之物，让老夫过来切磋一番。那就走吧，早点切磋完了，早点回去。果然，始皇大大是不会放过这些好东西的。说是来切磋，实际上就是来监工的。这是何物啊？煤炭燃料比木材好用，这便是煤炭产生的热量吧？好强劲。没错。这亮晶晶的晶体是何物啊？玻璃，透明的那种。你在铸铁剑，说句不好听的，溜过那所谓的铁剑，比我大秦的青铜剑差得远呢。不对，这纯度是铁吗？大概是吧，好像实验失败了，成功的话它应该叫钢。这可不兴摸啊。不错不错，虽然与我墨家机关术相比还差一些，但也算是有些创意。机关术，那您可曾听闻有铁鸟巨大如鲲鹏，载人翱翔于天际，昼夜不歇？此乃只怪小说罢了，凭空想象之物，如何能与机关术相提并论？公输班曾作木鸟，于天空之中展翅飞行，3日不歇，这才是有迹可循的事。那您可曾听闻有船巨大如昆仑，载人横渡大洋，乘风破浪，雷声隆隆之间，如流星坠地，威势如炸雷一般。上古之时，人类生于部落之中，愚昧之际，便只好想象出这等事情来宽慰心灵。
若是我确实见过，不仅见过，甚至还乘坐过，您信不信？秦郎中何必开老夫的玩笑，哄那些小娘皮就是。跟老夫说，着实是无趣啊！大王让老夫等工匠想出一个运粮的法子，发出大军数目过大，且出人国度河王密布，运粮损耗过大。若是再经历一次长平之战的损耗，恐怕大秦百姓承受不住啊！你是说秦迟道？这等机密之事，你是如何知道的？果然，自己居然猜对了。曾经在一篇考古杂志上看过一篇关于秦迟道的报道，说是在秦始皇伐楚的时候，曾修建过一条运粮的轨道，好似后世的铁路轨道一般，只不过用的不是火车，而是马车。那时候，所有人都在感叹秦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及秦朝这个国度独特的魅力。如今居然被自己碰到了，用软木做成轨道，然后让马车滑行在上面，这样马匹就能用最少的力拉最多的货物，沿途设立站点，每50里或100里更换马匹，昼夜不歇。不得不说，能够提出这样设想的人，确实是个天才。但是什么？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损耗？软木终究是磨损太严重了。若是将地面换成水泥，将轨道换成钢材的，或者直接将马匹换掉。马匹换掉？不用马匹的话，总不能用人去拉吧？跟我来，给你看个大宝贝。你有没有觉得这长得像蒸汽机？什么机？准确的来说，蒸汽机就是水烧开所产生的力，将茶壶盖顶起来了。在这个重农抑商、发明创造被认为是奇技淫巧的年代，想找到一个发明家真的很不容易。莫公虽然老了点，思想传统了一些，但能够想出马车轨道的人，怎么都要比其他人强很多。一想到火车喷着蒸汽，运载着强悍的秦军到处乱窜的模样，就觉得刺激。这里终究是有些太小了。可若是你能够做出屋子这么大的茶壶，且压缩过的力呢？什么是压缩过的力？比如你正常呼吸，并不能吹倒眼前的瓶子，可若是憋一口气，猛地吹出来，就能将它吹倒。哦，压缩过的力，为何之前就未曾想过呢？这是个大工程，长期的项目，现在暂时做不来，因为这涉及到零件的工艺以及铁的锻造，慢慢来，慢慢来。对，是老夫这想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解决迟到之事。若是用秦郎中制作的水泥和钢材，想必一定会事半功倍。蒸汽机我只知道原理，但并不知晓如何去做。如今只能先种下一颗好奇的种子，静静等待生根发芽。秦郎中，3000农家子弟加上3000士卒，10万亩良田，再有3天便可全部播种完成。大王不是只给了秦郎中3000行徒吗？哪里够啊！10万亩良田，再加上工房，人数怎么够？只能够拿出大王赏赐我的金子，雇佣一下许田大人的子弟了。许田，你是墨家搞工程，你是农家搞种地，你俩联合起来搞个工农联盟咋样？一想到如此伟大的思想即将诞生在华夏大地上，我还有点兴奋呢。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山野村夫，何堪大用？你俩老头子要不出去干一架？燕国盐水之畔，一个面容忧郁的年轻人正站在河畔，孤独地看着黄昏的日落。曾经风光无限的燕国太子姬丹，如今居然落得这样一番景象。老师，您说我是不是做错了？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诸国征伐，哪有对错可言？如果非要说错，只能说找错了秦舞阳，只能说燕国不够强大。荆轲刺秦，只差寸功。如果秦舞阳没有临阵瑟瑟发抖，不敢向前；如果狗贼秦风没有用秦王剑击打荆轲，说不定嬴政会被荆轲当场格杀。为何老天如此的不公？为何老天如此厚待暴秦，却轻薄我燕国？为何暴秦居于覆灭之时，便会出来商鞅那般的豪杰出现？嬴政居于危难之时，又跳出来一个秦风护驾。可是我大雁呢，只能在这苦寒之地苦苦挣扎。太子殿下，或许是时代变了吧，刺客的时代已经过去，侠客也将退出历史，唯有严苛的制度、强悍的军队，方能称为强国。不，转朱之赐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赐韩魁也，白虹贯日，耀离之赐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这是何等的英豪啊！父王是不是害怕了？大王已率10余万王室、贵族、精锐士卒舍弃冀都，退入辽东，可秦将李信紧追不舍，大有要亡国灭种的意思。
李信8000铁骑便将父王10数万大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可笑、可悲、可叹。让我想想，此时的父王应该又要开始卑微的割地请胡了吧？哥，我忘记了，如今我大燕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割让了。不愧是我的父王啊！既然没有土地可以割让，那便拿着鸡蛋的人头去平息嬴政的怒火吧！哈哈哈！只是不知道嬴政会不会希望那求和的匣子中也摆上燕王的人头。代王请燕王献上太子首级，以此平息秦王怒火。太子殿下，请吧。代王赵家丧家之犬罢了，值此亡国灭种之时，居然还想报一水河畔我丢下他独自逃跑的私仇。赵家，鸡蛋在黄泉路上等你一会便是。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把剑可是经历了749天的锻造方才成型。这把神剑叫什么？没有名字，只是一把普通的剑而已。不可能，如此神兵利器，怎会无名？它只是一把剑而已。其实任何事物都没有绝顶一说，事物的更新换代很快，总会有更好的东西出现。比如说这把编号001的剑。不，当好剑配上好的剑客，那便能成为绝顶。时代变了呀，侠客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天下也终究会一统，百姓也会过上好日子。以后啊，家家户户都能吃得起羊肉泡馍。所以你觉得暴秦会万世不衰？大胆！大哥，葛聂离咱俩这么近，你别刺激他，要是先弄死你再弄死我，不就完犊子了？大秦是否万世不衰，取决于大王与臣子如何治理天下。但在治理天下之前，这乱世需要一统。放心，我与荆轲不是一路人，我也不会刺杀大王。我的家眷都在大秦，他们生活得很好，我也很好。只希望以后我们都能过上你所说的生活。葛聂师傅说笑了，秦风可是从来没有怀疑过您呀。是吗？这间屋子外至少有10把劲弩瞄着葛聂，在院子外还有2架攻城弩已经上弦。你左右2个袖子中各有2把手弩，身上还穿着蒙恬给你打造的2层软甲，不然你也不会胖了一圈，不是吗？误会了，上林苑中野兽颇多，外边的弓弩都是防鹿的，攻城弩是防野猪的。我自从来到大秦后，被人嫉妒才华，仇人颇多，所以身上防身的物件就多。莫怪，吃饭。狗日的，蒙恬你是怎么看场子的？我的渊鸿啥时候被顺走了？天下第一宝剑，你竟然拿着去追狗，我特么！铁柱黑牛，给我逮住这狗东西！追不上啊，老大，这狗体力太好了，要不要动用弓弩啊？废物，不许动用弓弩，抓活的，敢偷老子羊肉，非给他几个大嘴巴不可！老大果然是睚眦必报啊！狗惹着他都得给人家2个大嘴巴，何况是人的？怪不得当初淳于越和熊华被打的那么惨呢。老大，不行再叫点兄弟吧，把这一片围了，屎都给他打出来。哎呀，大黄你又拿谁家东西了？快还给人家！小姐，您快跑，我们拦着贼人。哼，你是哪家的登徒子呀？知不知道本小姐是谁？我叫秦风，不要误会。我路过这里，你家的爱犬把我碗叼走了，所以我就找过来了。我只是想要回我的碗。完了，老大坠入爱河了。对不起呀，大黄他太调皮了。没关系，我从小就喜欢跟狗狗亲近。刚刚还说要抽这狗东西2大耳刮子，现在就要亲近了。传说人类和狗狗曾签订契约，人类免去小狗终身饥寒之苦，小狗为人类看守心门，令孤独和绝望不能近身。你是一名剑客吗？没错，此剑名为渊鸿，乃是天下第一神剑。渊鸿不是被秦王赐给天下第一剑客葛聂了吗？难道你是葛聂大叔？不对吧？葛聂算什么？这把剑便是从他手里赢过来的，他是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哇，好厉害的样子呀！小姐，天色不早了，再不回去的话，家门关闭，老爷恐怕会生气。我叫阿叔，以后有机会常来找你玩好不好？我叫阿峰，以后去我家里做客呀，给你做好吃的。你家住在这附近吗？听说这里有一个叫秦风的都尉，甚是霸道呢。先是打了儒生，又打了丞相之子熊华，性情乖戾，脾气暴躁，动辄大打出手。你一定要小心呀，千万不要遭了他的毒手。好的，我尽量。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有人在诽谤？怎么可能？现在整个咸阳勋贵圈都传遍了，惹谁都不要惹茅厕都尉秦风。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大，我们马上就去打听是谁传出来的消息，问问去他家的路，晚上就去弄死他。你马上要多一个师母了哦，那是好事啊。你就不好奇是谁吗？不是男的就行，上林苑母猪都没几头，弟子很担忧老师啊。曾经的谦谦君子哪儿去了？
这扶苏嘴咋这么贱呢？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怎么跟你老师说话呢？违法乱纪的事儿我不能干，毕竟长公子的身份在这呢。打人也不成，晚上蒙着脸打闷棍除外。今天在上林苑，我遇到了一个叫阿舒的少女，长得很好看，穿着水绿色的锦衣，很是精致可爱。阿舒，不会是莹舒吧？她喜欢穿水绿色的衣衫。莹舒是谁？华阳公主，父王特别宠爱她，允许她四处游玩，暗中有皇室暗卫，也就是罗网的人保护。对了，当时你们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大概是没有吧。刚见面的时候，我在带人追狗，不小心吓到他了，以为我是登徒子。这就对了，当时大概有50把劲弩指着你，你要是做出一点逾矩的反应，恐怕这里的家业就要我来继承了。你这是什么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到时候我就跟你孩子争家产。以后不能带黑牛和铁柱他们出门了，如果是葛聂的话，一定会发现不对劲，如此一来就能避免因为误会而导致自己被射成豪猪。不得不说，莹舒是我穿越来秦朝遇见的第一个温婉俏皮的女子，就好似高中课堂上的同桌，充满青春活力且让人心动不已。既然重活一回，就不能留下遗憾。即便是华阳公主又如何？我明日便去找大王请求赐婚。这恐怕是不成了，因为之前父王已经答应将华阳公主许配给昌平君之子熊华。朝闻道，夕死可以，怎么咸阳还有倒春寒啊？大早晨的这么冷，老乡，好久不见呀！哎呀，秦郎中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呀？怎么了，赵大人？您今日怎么没有进入大殿之中侍奉大王呀？别提了，最近来了个炼气士与大王论道，说是大殿之中有小鬼，今日正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抓小鬼呢。下臣待在这就是为了配合抓小鬼。啥？炼气士？这么快就有术士来忽悠始皇大大了？始皇大大这么英明神武的人物，也会被这些骗子骗，真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的。完蛋，今天看来是没有机会了，我还是趁早回家睡个回笼觉吧。大王有请秦郎中。好你个臭小子，居然觉得寡人会被骗，觉得寡人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既然如此的话，就让你进来看看这些炼气师的本事。微臣秦风拜见大王，祝大王鸿福齐天，寿与天齐。平身吧，且看仙家驱鬼。在下蓬莱仙人卢瑜，今日驱鬼忽悠大秦长龙。在家家爱我，家从四面八方来，时时刻刻来，铺天盖地来。我加油，我努力，没有爱可以，但是不能没有钱。钱来钱来钱来！大王，小鬼现身了。赵府令，此鬼已被封印在残骨之中，请大王准备油锅。上油锅。嘿嘿嘿嘿，呼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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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什么？卢仙家不要？你叫什么？人家是仙家，还怕油锅不成？大王，小鬼已灭，天佑大秦。仙家的手臂竟然完好无损！天哪，真乃神迹啊！天佑大秦啊！仙家啊，这世上竟然真的有不怕油锅的仙家存在，那岂不是也有长生了？接下来就该忽悠始皇大大修行长生术了吧？能不能换点新鲜的啊？困死了，早知道不来，好无聊啊！秦风，你为何不说话？难道是在怀疑卢仙家吗？大王误会了，微臣是被惊呆了。卢瑜仙家真乃仙家也，跟外边假的就是不一样呀。秦大人，您是对老夫有什么指教吗？不敢不敢，秦风哪里敢指教仙家呀？快他妈结束吧，看猴戏都没这么无聊。如此仙家法术，你居然觉得还不如猴戏？你个臭小子，要不是人多，寡人非要抽你不可。退朝，秦风留下。秦风眼见百官退下，不由得开心起来。终于有机会跟始皇大大提亲了，我可得压一压彩礼钱。提亲？提哪门子亲？刚刚交代你的事情都记住了吧？请淳于博士放心，也请昌平君放心，如瑜必定马到成功。你要记住，此事与昌平君无关，而且万万不可轻敌。狗贼秦风颇有智谋，一定要多加小心。你需要做的便是让大王相信你的仙术。事成以后，昌平君必定让大王许你3000童男童女，金银万金，大船10艘，出海寻访蓬莱仙山。秦风黄口孺子罢了，老夫单手便可拿捏他。不可轻敌。秦风自从来到大秦之后，还未曾一败。佛州既想当婊子，
还想立牌坊？呸，啥也不是。什么？你要跟寡人向华阳提亲？是的，大王。前些日子，华阳公主来到上林苑，微臣与她偶遇，便一见倾心，还望大王成全。那你知不知道华阳已经与熊华有婚约了？扶苏公子告诉微臣了，您曾经答应过昌平君。那你还来问，是觉得寡人能够失信于人吗？而且还是大秦的丞相。没有呀，大王怎么会失信于人？谁能够证明大王您答应过呀？有字据没？有画押没？华阳公主尚且待字闺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大家公平竞争。还字据？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跟寡人要字据？而且谁也想不到，居然有个臭小子在这里蛊惑秦王陛下，出尔反尔，不认账啊！秦风，别的事情上寡人都依你，但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胡闹。没办法，华阳公主的婚姻更像是政治筹码，笼络楚系大臣的方式。秦楚七世联姻，自大秦宣太后开始，楚系便成为大秦朝堂中一股强大的势力，以至于当初为了夺回王权，对他们做出了诸多的让步。大王，卢仙家求见，说有要事要禀告大王。哦，快请。老子啥时候惹你了？卢仙家匆忙前来，可是有要事呀。大王，方才老夫观天象，发现有惑星起于北，而落于东，动摇地星之位。此言何解？可是大军出征不利。你在这看星座运势呢？果然，英明如始皇大大也会被这种把戏骗。没办法，在这个科学尚未出现，人类还处于蒙昧的时代。很多时候，身居高位者更愿意用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来解释身边无法理解的事物。有大王天威庇佑，大军自然是无往不利。那仙家的意思是，老夫观天象而察觉，上林苑乃龙兴之地，龙气浓郁，可近些时日，竟是被贼人焚毁，断我大秦龙脉。这可是灭族的大罪啊！断大秦龙脉，谁敢担这个责任？自己的好老乡，这次恐怕是完犊子了。你是说上林苑种的庄稼断了大秦龙脉？没错，小儿无知，断送大秦龙脉唯一补救的方法，便是将那些庄稼焚毁，将龙气归还大秦。焚毁庄稼？你知道这些庄稼是做什么用的吗？你知道为了这些庄稼，老子付出了多少吗？你知道扶苏天天耕地累得跟狗似的吗？你知道蒙恬都晒成狗了吗？你知道章邯踏马都黑成球了吗？结果现在因为你的一句话就要给焚毁，那为何边上的工坊、水车是不是要一并毁掉啊？上一个在大王面前大吼大叫的已经被砍成两段弃市了，可是现在大王虽然紧皱着眉头，却没有喝止的意思。大王对秦风的信任和感情可真是太好了。粗鄙之物罢了，毁掉就毁掉了，还是我大秦龙脉重要。即便是秦王如何，还不是被我3寸不烂之舌说服。至于秦风，黄口孺子，单手拿捏，根本没有被放在眼里，好吧？等此间事了，自己便可以去寻找蓬莱仙山了。子不语怪力乱神。你是儒家子弟，你看这是什么？拳头啊？不，这是正义铁拳啊！救命啊！秦风住手！郎中呢？快拉开他！你们听说了没？卢仙家被秦风单手锤杀了。什么？怎么可能？胡说八道！卢仙家可是有神仙法术，怎么会被秦风给锤了？不知道啊，按理说不应该啊。可是昨日宫内传出来的消息，说是亲眼所见。亲眼所见什么？秦风犹如天神下凡，骑在卢仙家身上，暴锤一气，拉都拉不开呀！边锤还边喊着什么“死不语，怪力乱神”，打的那个惨哟！难道是传说中的请神？秦风请了孔夫子上身，这才打赢了卢仙家？有可能，不然没法解释啊。听说卢仙家单手炼化一座仙山，向秦风砸了过去，结果秦风大喝一声“夫子上身”，顿时浑身肌肉凝聚成一个德字，一拳将其轰碎。本来秦风那些对儒学的解释，有人当是胡言乱语，有人半信半疑。可是如今将鲈鱼暴揍一顿，反而让很多人有点相信秦风的话了。快看，卢仙家来了！怎么打的这么狠？这真是卢仙家，都成猪头了！闭嘴，不要惹怒卢仙家！你以为你是秦风吗？能请夫子上身，小心卢仙家搬山砸你！你不是说能单手拿捏秦风吗？怎么被打成这样？谁知道他薅头发了？大老爷们打架哪儿有薅头发的？我被偷袭了，使不上劲儿啊！而且那狗日的执勤郎中王离拉偏架，帮着秦风按着我。秦风啊，秦风，你也有今天啊！王宫之内当众殴打仙家，还置大秦龙脉于不顾，简直就是车裂的大罪。我已经以父亲的名义暗中召集了楚系官员，这次看你还怎么逃脱！
不对劲，从来不迟到的大王，今日早朝怎么迟到了？秦风，你认不认错？微臣没错。好啊，你没错，那就是寡人有错了，寡人错怪你了，将你关在宫中一夜。大王也没错。你个臭小子，越来越大胆了！仗着寡人对你的宽容，居然敢在大殿之中痛殴炼气士了。若是再过一些时日，你是不是就要把寡人的房顶给掀了啊？赵高，上朝，让郎中王离给我看好了门，不准秦风出去。诺。谁也不许进去，不要让那些炼气士伤到秦风。诺。上林苑的10万亩庄稼，秦风这帮年轻人付出太多了。如今10万亩小麦已经抽穗，眼看再过3、4个月就能收获，任谁也舍不得一把火烧掉。更何况这还是供给伐楚大军使用的粮食。嬴政早就已经想好了，如果秦风的法子真的能够使粮食增产，那么剩下的40万亩土地也要开辟成良田。只要能够顺利的灭楚，一统天下，一个上林苑算什么？可是卢瑜的一番话，终究是让嬴政有些顾忌。龙脉这种东西玄之又玄，如果是别人说，嬴政自然是不信。可在经历了那么多仙术之后，嬴政却不得不顾忌这些事情。先安抚大臣吧。起来啦，父王走远啦。不，怎么弄的呀？都肿了。没事，卢瑜那老头脸皮太厚，给我卡着了。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上林苑的庄稼呀？不是我在意，是那3000刑徒军、3000农家弟子以及3000墨家弟子在意。如果我昨天答应下来，那我就没脸回上林苑了。所以你就打了卢仙家吗？那就是个骗子。如果扶苏、蒙恬在的话，他们一样会出手揍这狗日的。唉，我不想要嫁给熊华，他让我很讨厌。你可以帮我吗？啊，你早就知道我是秦风，对吗？你第一次给扶苏上课的时候，我就在一旁偷听。后来渐渐知道了你勇敢的阻拦荆轲，智斗淳于越，还打败了坏蛋熊华的故事。再后来你去了上林苑，我也时常过去踏青。啊，不是去看你，是去踏青。不全是。我真有那么优秀？大王，昨日之事简直是骇人听闻。我大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从未曾有人敢在王宫之中大打出手，请大王严惩秦风了。太傅大人说的是，秦风从欺辱博士到殴打少府令，再到火烧上林苑，到如今殴打卢仙家，越来越无法无天。若是再放任下去，恐怕他就敢行造反之事了。大王，卢仙家为了大秦竭心尽力，可是却遭了秦风贼子的毒手，如今竟是被打成了这番模样。您一定要为卢仙家做主啊！求大王为小仙做主啊！微臣不知事情起因，是非对错，但卢仙家一心为大秦龙脉安定，却被打成了这副样子。若是不严惩秦风的话，日后谁还敢为大秦出力？寡人已经将秦风打入天牢，严刑拷问，一定会给卢仙家一个交代，是吧，赵高？是吧？是个嘛？秦风那混蛋现在还趴在您书房的地毯上睡觉呢，还天牢？还严刑拷打，特么昨晚吃了2块把子肉，还非要嚷嚷着吃米饭，米饭上面还要浇上肉汤。天牢关押重犯的地方，进去10个，8个会死在里面，剩下的2个也得断胳膊断腿，大小便失禁，天天窜稀。哼，秦风贼子，你就好好待在里面吧。大王，上林苑是关龙脉，必须焚毁呀！大王明察呀！大王您不能包庇秦风啦，上林苑必须恢复原貌啊！朝堂之上如此杂乱，成何体统？事情有些不对。上林苑的庄稼是为了伐楚大军做的准备，怎么会这么巧，就跟大秦的龙脉扯上了关系？大王，既然卢仙家以为需要再次火烧上林苑来拯救大秦龙脉，那不妨让秦郎中出来与卢仙家对峙一番，看看到底该如何是好。卢仙家，你觉得如何？其实大可不必。好，那便传秦风前来对峙。啊，你礼貌吗？我特么没答应了。秦风，你不是被关入天牢，严刑拷打了吗？啊，对，是啊，大王让我认错，就揍了我一顿，还好我年轻力壮，好歹撑过来了。你看着我好像没事一样，其实是受了内伤，说不定明天就死你家门口了。弟弟，你真拿我当傻子啊？特么秦王怎么回事？这也太偏心了吧！你够了，什么情况？他们父子怎么反目了？不知道啊，父亲，我滚出去！大王，罪臣管教无方，请辞丞相之职。什么？昌平君请辞？怎么回事？昌平君不要冲动啊！寡人不准。大王，寡人说了不准。昌平君这是怎么了？难道熊华跟楚系官员串联搞我？他不知情，还真有可能啊！不然昌平君也不会发这么大火，那就奇怪了。昌平君应该知道上林苑的粮草是用来伐楚的，按理说他应该更加激动才是。
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卢仙家，听闻你能拿捏鬼怪、斩妖除魔、观天象、望龙气。没错。那请问你是从何门何派呀？自然是道家。传闻老子骑青牛而过函谷关，留下一篇《道德经》，便得道成仙。想必卢仙家的仙术便是从此学来的吧？正是。等等，哪里有些不对劲呢？不对，明明是《道德经》，怎么就成了《道德经》？没文化啊！我家祖先曾言，孔夫子率弟子3000去找老子拜码头，在路上遇到2个极为聪慧的小孩，他们在看到孔夫子的那一刻，便开始探讨能不能活着见到第2天的太阳。后来被称为两小儿辩日。你又在？我家先祖曾言，当孔夫子见到老子的时候，老子轻笑一声，淡淡说道：“弱水3000，只取一瓢。”神，什么意思？你的3000弟子弱的就好像水一样，即便你有3000人，我也能将你开瓢。贼子，安敢胡言乱语！老子话音落下，周身衣衫轰然破碎，浑身肌肉球结隐隐形成了一个道字。孔夫子也是拼尽了全力，德背一开，天地变色。那一战啊，打的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啊！老子居然这么强悍！不然你以为诸子百家为什么只有老子敢自称老子？那特么都是打出来的。秦风，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我们现在说的是上林苑的事情。行，那咱们就说说上林苑的事情。因为卢仙家会捉鬼，所以大家相信他观星象。可我秦风也会捉鬼，那是不是你们也相信我会夜观天象啊？胡言乱语！我昨日夜观天象，发现大秦龙脉存于9州之中，大秦一统，则镇9州龙脉。至于上林苑的事情，纯属鲈鱼放屁。死骗子！本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既然你非要搞我，那老子就阴死你！你不是喜欢下油锅吗？好啊，我就让你下个真的油锅试试。骗子，油锅可是寡人让赵高准备的，难不成赵高会被鲈鱼收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黄口孺子，竟敢如此猖狂！仙家之事，岂是你能知晓的？就是年轻人不要太气盛。我劝你快些跟卢仙家道歉，不然到时候拿天雷劈了你。卢仙家，你敢不敢接？若是我也能抓鬼下油锅，那这上林苑就不烧了；若是我不能抓鬼下油锅，那便车裂气势。什么？秦风，你疯了吧？不要冲动。好啊，秦风，你居然敢说那卢仙家就接了，只是到时候你不要不认账才好。好啊，既然秦郎中如此自信，那老夫便陪你打个赌便是。秦风，不要胡闹。大王，微臣并未胡闹。上林苑兹事体大，微臣绝不容许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便将其焚毁。请大王给微臣一个机会，也给上林苑1万多辛苦劳作的人一个机会。嬴政从来没有见秦风如此认真过，他沉默半晌，终究是缓缓点头。退朝吧，寡人累了。多谢2位大人出言相助。小子，好样的！我大秦什么时候能够被所谓的炼气士左右了？只不过你刚刚太过冲动了一些，怎能拿性命与人打赌？即便大王在维护你，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也不好办了呀。蒙将军多虑了，秦风一向是从来都不吃亏，此番看似鲁莽，其实心中早有计较。蒙将军放心，就像李大人说的那样，小子自有计较。这些所谓的炼气士，不过就是些蝇营狗苟之辈罢了，仗着会一些小伎俩，竟是欺骗到了大王的头上。明日便让他好看。如此就好啊，切莫伤到了自己。晚辈谨记。哎呦，疼疼疼！哼，让你不爱惜自己，让你乱说话，呸呸呸！以后还敢不敢啦？不敢了，不敢了，以后都不敢了。我这是在引诱鲈鱼上当，没办法呀。哼，反正你以后不能以身犯险。好，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以身犯险了。父亲，您为何要请辞丞相之位啊？我怕我再不请辞的话，会被你个逆子害得灭族啊！不会的，父亲，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如果不是您阻拦，只要能够进行下去，秦风必死无疑。即便不死，也能让他再也无法踏足朝堂。到时候不仅能够解决秦风这个麻烦，还能够解决调上林苑的狼事。到时候伐楚大军无粮，还能拖延几年。大楚在楚王复楚的整顿下，必定能够重振雄风。到时候够了！为什么，父亲？为什么你要如此？你要明白，我们是大秦的臣子，我们与楚国的一切都没有关系。我的父亲啊，您怎么可以那么的天真？难道你真的以为成为大秦丞相，成为昌平君，就真的成为秦国的子民了吗？不，他们从来没有将您当作自己人，你在他们的眼中永远都是楚国余孽罢了。你够了！还不够，父亲啊，难道您真能忘记家乡花开的样子了吗？
你跟他们接触了？那个江湖骗子是不是你找来的？是我找来的，他其实不算江湖骗子，也有一些本事。杀了他，处理得干净一些。啊，为什么？他可是一枚上好的棋子啊！你真以为大王是傻子吗？或者你以为满朝文武都是傻子，唯有你熊华是聪明人？把鲈鱼处理掉，还有淳于越，以后不许跟他再有来往，与楚国的线断掉。如果有机会，便让线人永远消失，就当你从来没有联系过。如果再让我发现你背着我私自搞这些动作，我便将你交给大王。你要记住，我大秦昌平君永远是大秦的子民。熊华忙不迭地点头，身子忍不住瑟瑟发抖。他从未曾见过杀气四溢的父亲，此刻他如坠冰窖，心底更多的是失望。自己的父亲啊，终究是老了，失去了勇往直前的勇气。备好车马，我要进宫见大王。 No。福伯，你跟着我有30年了吧？31年4个月零21天了。当年老爷您还是个娃娃的时候，老奴就在照看了。老爷，大王平日都住在望夷宫啊？不，今日大王在咸阳宫。宫内的小黄门好似知道他要来一样，并未通传，便直接将他带了进去，一路畅通无阻。书房之中灯火通明，嬴政坐在摆满酒菜的案几后面，好似已经等待良久。来，叔父尝一尝把子肉，还有椒麻羊肉片、糖醋鲤鱼，配上香酥掉渣的葱油饼，简直美味。美味呀！与微臣之前吃的食物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都是秦风孝敬给寡人的，那个臭小子啊，天天不学无术，净整些没用的。这碗也是秦风做的吧？是啊，这小子着实弄了不少好东西。大王此次前来，雄起还是要辞去相位的。胡说，寡人不许。正儿，就让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吧。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初你才有我半身高，天天跟在我身后喊舒服。我知道你是个苦命的孩子，我也是，我们是一类人。所以在看到你那么信任我的时候，我便发誓绝不负你。当年寡人年幼，多亏了您呀！嫪毐叛乱是您带着人救了我，吕不韦狼子野心也是您帮我压制住。如今天下即将大定，您为何这时候却要走呢？因为雄起身上流着楚人的血，如今却辅佐着您去攻伐大楚。大秦统一天下之事已成，大楚必灭。但雄起希望少一些楚人伤亡，少一些秦楚仇恨，这样才有利于天下的安定啊！所以雄起希望能够去到陈营，安抚楚民，让秦楚之间少些伤亡，也让我能够赎罪。好，你特么再磨磨蹭蹭的，小心老子揍你！我恐怕不行啊，我是个内向的老实人，讷不能言，干不了这活儿啊。你还想不想在我那儿吃饭了？今天你要是不去，你就别回上林苑了，回你的望夷宫去吧。您教我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教你听人劝吃饱饭呢。啥意思啊？不听我劝，就揍你狗日的，揍得你吃不饱饭。秦郎中，大家都在等你了，早朝都吃半炷香了。来了来了。一个温润如玉的谦公子，怎么就跟着秦风不学无术，变成了这副样子？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啊！下官还以为秦郎中不敢来了，若是现在认输，也还来得及，至少保住了性命。怎么，秦郎中昨日夜观天象观的如何呀？是不是遇见自己败北了呀？这倒没有，下官功力不如卢仙家多矣。狗日的，你就跳吧，待会有你哭的时候。